7天了，陆晨舟靠在方莹家那套顶级公寓的落地窗前，脚下城市的灯火如同被打碎的星河，璀璨却冰冷。他手里端着杯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在指尖晃动，映着他没什么表情的脸。陈舟，你今晚还走吗？方莹从身后贴上来，手臂软绵绵地环住他的腰，声音甜腻得像进了蜜糖。陆晨舟瞥了眼腕表，晚上10点整，该回去了。他的语气平淡，听不出是留恋还是敷衍。方莹立刻撅起嘴，满脸不高兴。又是回去？你家里那个木头美人有什么好惦记的？这7天你不是都在这儿陪着我吗？木头美人这个词钻进陆晨舟耳朵里，让他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一下。沈清慈，他那结婚7年的妻子，确实安静温顺的过分。他不会这样撒娇，不会这样热烈地索取关注，永远都是那副淡淡的模样，像一幅挂在墙上的静物画，好看，但没有生气，总得回去看看。陆晨舟放下酒杯，拿起沙发上的西装外套，动作利落。方莹不甘心地跟过来，纤细的手指替他整理着领带，语气带着试探。那明天呢？明天可是周末，你答应陪我去看南湖边上那套别墅的，定金我都快谈好了，明天再说。陆晨舟抬手拍了拍他的脸颊，动作带着惯有的敷衍，转身就朝门外走。引擎声划破夜色，陆晨舟握着方向盘，心思却不在路上。他脑子里盘算的是公司下个月那个至关重要的并购案，数字、条款、对手公司的底牌。至于家里，沈清慈大概还是老样子，插花、看书，偶尔去画廊转转，或者回他那个早已没什么人的娘家坐坐。对了，上周他好像提过一句想重新布置花园。陆晨舟嘴角扯出一个没什么温度的弧度，随他去吧，只要别拿这些琐事来烦他就行。黑色轿车流畅地驶入别墅区，停在那栋3层欧式建筑前时，指针已经滑向11点。陆晨舟推开车门，夜晚微凉的空气扑面而来，他迈步上前，指纹锁应声而开，玄关的灯亮着，但客厅一片漆黑。陆晨舟的脚步顿住了，这不正常。沈清慈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无论多晚，客厅总会留一盏暖黄色的落地灯。他说，这样他回来时就能看清路，不会绊倒。7年2000多个日夜，这个习惯从未变过。一丝极淡的不安掠过心头，但很快被惯性的傲慢压了下去。陆晨舟皱着眉，啪一声按亮了客厅所有大灯，刺眼的光线瞬间充盈整个空间，家具都在原位，昂贵的地毯，艺术摆件，巨大的液晶屏幕，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但就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空荡感，仿佛这房子失去了某种核心的温度。空气里弥漫的是清洁剂过于用力的柠檬味，而不是沈清慈惯用的那款白茶香薰。青瓷，陆晨舟唤了一声，声音在过分安静的房子里显得突兀。没有回应，他脱下昂贵的西装外套，随手扔在意大利真皮沙发上，转身朝楼梯走去。脚步声在实木楼梯上发出沉闷的回响。主卧的门紧闭着，他拧动门把，床铺的整整齐齐，被子平整的没有一丝褶皱。沈清慈不在，陆晨舟在原地站了2秒，眉头锁得更紧。他转身走向走廊另一侧的书房，门虚掩着，里面一片漆黑。他按下开关，灯光亮起，照出书桌干净的过分的表面。那台他常用的银色笔记本电脑不见了，几本他最近常翻的建筑设计类书籍也没了踪影。一种莫名的被称之为不对劲的感觉逐渐清晰。陆晨舟快步走向衣帽间，属于沈清慈的那半边衣柜，乍一看似乎没什么变化，裙子、外套按色系排列，但他拉开几个首饰抽屉时，瞳孔微微一缩，几个天鹅绒盒子不见了，不是最贵重的那些珠宝，而是几件他常戴的颇有纪念意义的首饰，比如他母亲留给他的珍珠项链，
比如他们结婚第1年，他随手送的其实是他秘书挑的钻石耳钉。刘妈，陆晨舟提高声音，语气里带着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急躁。大约过了2分钟，楼梯传来略显匆忙的脚步声，管家刘妈披着件薄外套走上来，脸上带着被突然吵醒的惺忪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先生，您回来了，太太呢？陆晨舟劈头就问，目光锐利。刘妈明显愣了一下，眼神闪烁。太太，沈清慈。陆晨舟的语气已经带上了不耐。这么晚了，他人在哪儿？出去了还没回来？刘妈搓了搓手，喉咙吞咽了一下，声音有些发干。先生，太太这几天都不在家啊？几天？陆晨舟的声音陡然冷了下来，像结了冰。说清楚，什么叫几天？他回娘家了，还是跟那些所谓的太太团旅游去了？刘妈摇了摇头，脸上那种奇怪的表情更明显了，像是困惑，又像是有话不敢说。不是回娘家，太太她已经7天没回来了。7天这2个字像2把冰冷的锥子，狠狠凿进陆晨舟的耳膜。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周身的气压低得吓人。你说什么？声音拔高，带着难以置信的怒意。7天没回来，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你是怎么做事的？刘妈被他的暴怒吓得往后缩了半步，脸色发白，但她抬起头，看着陆晨舟那双被怒火充斥的眼睛，竟用一种近乎直白的，带着点无奈的语气，小声但清晰地说：先生，这7天您不都住在方小姐那儿吗？我以为您知道太太不在家的。轰！仿佛有一道惊雷在陆晨舟的脑海里炸开，他整个人僵在原地，血液似乎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耳边嗡嗡作响。刘妈后面的话变得模糊不清，只有那几句反复回荡。我以为您知道的。您不都住在方小姐那儿吗？太太已经7天没回来了。陆晨舟猛地伸手抓住楼梯扶手，昂贵的实木被他捏得咯吱作响，指关节因过度用力而泛出青白色。不对，这完全不对。沈清慈怎么可能7天不回家？结婚7年，他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算他们之间感情再淡薄，他也永远像个最称职的背景板，安静地待在这个家里，待在他该在的位置上，从不会脱离他的掌控，哪怕只是形式上的掌控。他什么时候走的？陆晨舟的声音干涩沙哑，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走之前说了什么？有没有交代去哪里？刘妈努力回忆着，语速很慢。就是上周3早上您出门去公司后不久，太太就拎着一个小行李箱下来了，不大，就是个登机箱。她说要出去几天，让我照看好家里。登机箱？陆晨舟追问，目光如刀。她带了什么？衣服、首饰、文件？我不清楚。刘妈摇头，太太没让我帮忙收拾，她自己整理的，只带了一个登机箱，意思是没打算常住，或者她根本就没带走多少属于这个家的东西。她有没有说具体去哪儿，见谁？陆晨舟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一种失控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刘妈还是摇头，没有，我问了，太太只是笑了笑，说就是出去散散心，透透气。散心，透透气。陆晨舟几乎要冷笑出声。沈清慈会需要散心？结婚7年，他连单独跟朋友出去短途旅行都没有过。每次他难得提议带他出去，他总是温温婉婉的拒绝，理由无非是家里需要人照看，你工作忙，不用特意陪我没什么想去的地方。他一直以为他是真的没兴趣，是安于现状。可现在，陆晨舟猛地掏出手机，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在通讯录里找到沈清慈的名字，拨了过去。听筒里传来的不是熟悉的轻柔的喂，而是冰冷而标准的机械女声。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陆晨舟挂断，立刻重拨，依然关机。这7天，太太联系过家里吗？给你打过电话吗？陆晨舟死死盯着刘妈，目光逼人。没有。刘妈回答得很快，也很肯定。
一次都没有，短信、电话都没有，一次都没有。沈清慈消失了7天，没联系管家，没联系她这个丈夫，而她自己这7天竟然完全没想起来要联系他，要找他。因为他住在方莹的温柔乡里，因为他潜意识里觉得沈清慈永远都会在那里，不需要他额外费心。因为那个安静的女人，在他7年的婚姻生活里，早已被习惯性忽视，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摆设，一股混杂着愤怒、荒谬和某种深层次不安的情绪，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住陆晨舟的心脏。不是担心妻子安危的焦虑，而是一种更可怕的预感，他好像弄错了什么，忽视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某种在他掌控之外的事情早已悄然发生。他走之前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陆晨舟强迫自己冷静，声音却绷得像一根即将断裂的弦。说过什么特别的话，见过什么特别的人？刘妈努力回想，额头上渗出细汗。特别不对劲好像也没有，就是太太走之前那半个来月变得更安静了，花园也不怎么去打理了，常常一个人在书房一待就是大半天，饭都让我送到门口。还有呢？陆晨舟追问，不放过任何细节。哦，对了，刘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太太走的前一天下午，有个快递送过来，不是平常的盒子，是个挺厚的牛皮纸文件袋，封得严严实实的，太太亲自下楼签收的。拿上去的时候脸色有点严肃。那天晚上她书房的灯一直亮到后半夜2、3点呢。文件袋？什么文件袋？谁寄来的？陆晨舟猛地转身，几步冲进沈清慈的书房。他粗暴地拉开书桌的每一个抽屉，翻找着，除了些零散的文具、无关紧要的购物票据，什么都没有。他的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都不在。他的目光落在最下面那个带锁的抽屉上，锁是简单的密码锁。他试了沈清慈的生日，不对；试了他们结婚纪念日，也不对。就在他烦躁的想要用蛮力破坏时，手指无意中拨到0721，咔嗒一声，锁开了。0721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一个连陆晨舟自己都快忘记的日子。抽屉里空空荡荡，只有正中央躺着一个浅灰色的普通信封，没有封口。陆晨舟一把抓起来，从里面抽出一张对折的白色信纸，信纸上的字迹清秀工整，一笔一画，是沈清慈一贯的风格，但字里行间透出的气息却冰冷的陌生。陆晨舟，当你看到这张纸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这个城市了，不必费力寻找，你找不到的。7年夫妻，有些账是时候好好清算一下了。纸条下面沉沉地压着一枚戒指，铂金材质，一圈碎钻围绕着一颗主钻，在灯光下折射出冰冷的光芒，是他们的婚戒。7年前婚礼上，他亲手给他戴上的那一枚。陆晨舟捏着那枚戒指，冰凉的金属搁在掌心，却像是握着一块烧红的炭。纸条上那寥寥数语，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他的眼睛。有些账是时候好好清算一下了。清算？沈清慈要跟他清算什么？这7年，他陆晨舟给了他富足的生活，让他住着千万豪宅，开着百万豪车，穿着当季高定，享受着陆太太的光环。他还有什么不满足？他是冷落他，是在外面有了方莹。可这圈子里谁不是这样？他凭什么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凭什么留下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完消失？怒火腾地烧遍了全身，瞬间将那一丝不安烧得灰飞烟灭。陆晨舟狠狠将纸条揉成一团，用力砸向墙壁，又觉得不解气，一脚踹翻了旁边的单人沙发。刘妈！他冲出书房，对着楼下怒吼：太太走之前到底还说了什么？任何话一个字都不准漏。刘妈吓得浑身一哆嗦，话都说不利索了。真的没有了，先生。太太就说让我看好家，还说什么？陆晨舟几步跨下楼梯，眼神骇人。刘妈闭上眼，豁出去般快速说道：还说如果先生您问起来，
就实话实说。他说：“您早晚会发现的，早晚会发现。”哈，好一个早晚会发现！陆沉舟气急反笑。是啊，他发现了。在他和情人厮混了整整7天7夜之后，在他逍遥快活、忘乎所以之后，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他法律上的妻子不见了，而家里的佣人竟然觉得这很正常、理所当然。因为他陆沉舟这7天都在另一个女人那里，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着被轻视和被愚弄的强烈羞辱感，像岩浆一样冲上头顶。此刻占据他内心的，根本不是对沈清慈去向的担忧，而是对自己权威被挑衅的暴怒。沈清慈算什么？一个依附他、靠他供养的女人，竟敢用这种方式，在他完全无知无觉的情况下，给他如此难堪的一击。他迅速拿出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到标注为岳母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就在陆沉舟快要失去耐心时，才被接起。喂，沈母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睡意和一丝被打扰的不悦。妈，是我。沉舟。陆沉舟深吸一口气，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如常。这么晚打扰您，青瓷在您那边吗？或者他最近有没有联系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沈母的声音清醒了不少，带着疑惑。青瓷，没有啊，他不是应该在家吗？出什么事了？陆沉舟的心往下沉了沉。他上周3说想出去散散心，没跟您说一声。他不死心地问。散心？沈母的语气更加疑惑。没有啊，他什么时候走的？去哪儿了？上周3，没说去哪儿。陆沉舟的声音有些发硬。妈，如果青瓷联系您，或者您听到什么消息，请您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我。挂断电话，陆沉舟又接连拨通了沈青瓷几个为数不多的他知道的朋友的电话，得到的回应惊人的一致：没见到，没联系，不知道。有一个甚至反问他：陆总，青瓷不是一直在家吗？你们是不是吵架了？沈青瓷就像一滴水蒸发在了空气里，带着一个小小的登机箱，留下一张充满挑衅意味的纸条，退还了象征婚姻的戒指。陆沉舟重新回到空荡的令人心慌的主卧中央，环顾这个他并不常驻留的空间。梳妆台上，他常用的护肤品瓶子依旧排列整齐，衣帽间里大部分衣裙都安然悬挂，甚至他床头柜上那瓶他最喜欢的味道清淡的香水还立在原处。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女主人只是临时出门逛街，很快就会回来。但陆沉舟知道，不是。那张被揉皱的纸条，那枚冰冷的戒指，那持续7天关机的电话，还有刘妈那句反复回响的太太7天没回来了，所有这些碎片拼凑出一个他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沈青瓷走了，不是寻常的赌气回娘家，不是短暂的闺蜜旅行，她是真的彻底的离开了。而她这个名义上的丈夫，这个家的男主人，竟然在整整7天之后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这个消息。一股冰冷的寒意夹杂着被愚弄的暴怒和后知后觉的恐慌，缓慢地爬上了陆沉舟的脊椎。他颓然跌坐在床沿，双手插进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里，将发胶固定的发型揉乱，脑子里各种情绪和猜测疯狂交战。最后，那张纸条上的话无比清晰地浮现出来：有些账是时候好好清算一下了。这个女人，这个他7年来以为是块温顺木头，是朵需要他硬币的娇花的女人，到底在暗中筹划什么？而他口中的账又究竟是什么？窗外的夜色浓稠如墨，将整栋别墅笼罩在寂静的黑暗里。陆沉舟摊开手掌，那枚婚戒静静躺在他的掌心，在窗外漏进的微光下，闪烁着冰冷而讽刺的光芒。7年婚姻，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可能从未真正认识过枕边人。而沈青瓷留给他的第一个惊喜，是如此响亮而耻辱的一记耳光。陆沉舟不知道自己在那张冰冷的床沿坐了多久，掌心里的婚戒咯的生疼，却远不及心头那股不断翻涌的混杂着荒谬与怒火的寒意。
清算。他低声重复着纸条上的字眼，猛地站起身，将戒指狠狠攥紧，金属边缘几乎要嵌进皮肉。他不能，也绝不允许事情这样发展。沈清慈凭什么？他有什么资格跟他谈清算？他大步流星地冲出主卧，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带着一种急于找回掌控感的仓皇。楼下，刘妈还忐忑不安地站在客厅中央，双手紧握着抹布，脸色发白。陆晨舟几步走下楼梯，站在刘妈面前，高大的身影带着压迫感。他的脸色已经恢复了惯常的冷硬，但眼底翻腾的墨色泄露了并不平静的内心。把刚才的话，他盯着刘妈，一字一顿，从头到尾，给我再说一遍。太太走的时候，具体是什么情形？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一个字都不准漏。刘妈咽了口唾沫，知道躲不过去，只好战战兢兢地开始回忆。就是上周三，大概上午9点半左右，先生您8点就出门了，太太大概在您走后1个多小时下的楼。她穿着很素净，就是平常在家穿的那种米白色羊绒衫和灰色长裤，妆都没化，但气色看着倒是比前阵子好一些。她拎着一个银灰色的登机箱，就是您去年从法国带回来的那个限量款，不大。刘妈比划了一下，箱子看着不重，她拎得很轻松。我正好在收拾玄关的花，就问太太要出门啊？她说出去几天。你怎么回的？陆晨舟打断他，目光如炬。我就问太太要去哪儿，什么时候回来，需不需要准备什么？刘妈声音低下去，太太当时就站在门口那幅画下面，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那笑容跟平时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陆晨舟追问。刘妈努力搜刮着形容词，平时太太笑总是温温柔柔的，但有点淡，好像没什么力气。那天不一样，她眼睛很亮，嘴角弯的弧度也大一些，看着轻松了不少。她说：刘妈，我就出去散散心，透透气，家里你照看好。刘妈说到这里突然停住，有些不安地看了一眼陆晨舟。他什么？陆晨舟的声音沉了下去，说下去。刘妈低下头，声音更小了。太太说，她要是问起来，你就实话实说，她早晚会发现的。说完，她就拉着箱子出门了。我叫了司机老陈，但太太摆摆手说不用，自己用手机叫了辆车。车子来了，她上车就走了，再没回来。实话实说，陆晨舟咀嚼着这4个字，胸腔里那股火又窜了上来。好一个实话实说！沈清慈早就料到了今天这一幕，他算准了他会在1周后才发现他不见了。他把他当成什么？一个愚蠢的、后知后觉的傻子。这7天，陆晨舟强迫自己冷静，继续盘问：你有没有试着联系过太太？打过电话，发过信息？打过的，先生。刘妈连忙说，太太走后的第2天下午，我看她没消息，就打了个电话想问问情况，但是关机了。后来隔1天我又打了1次，还是关机。我想着太太可能想安静，就没敢多打扰，也没想到要告诉您，因为太太走的时候没交代，而且您，她又停住了，后面的话不言而喻。而且您这7天根本就没回过家，也没问过一句。陆晨舟听懂了这未尽之言，脸上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火辣辣的。他身为这个家的男主人，对妻子的行踪漠不关心到如此地步，连佣人都觉得没必要告知家里还有什么变化。陆晨舟环顾着这栋奢华却冰冷的房子，太太还动过什么地方，带走或者处理过什么东西？除了那个箱子。刘妈皱着眉仔细回想，忽然啊了一声。书房，太太走之前大概1、2个星期清理过1次书房，扔了不少东西，大多是旧的杂志，一些废纸，还有几箱看起来像是学生时代的书本笔记。我叫了收废品的上门拉走的。学生时代的笔记，沈清慈学的是建筑设计，那些笔记或许没什么用，但陆晨舟心里那根弦却绷紧了。清理旧物往往是决意告别过去的信号。还有吗？
还有，刘妈迟疑了一下，太太好像把她自己的一些证件、护照之类的都提前收好了，平时这些东西都放在书房抽屉的。但我后来去找一个物业缴费单的时候，发现那个抽屉空了。证件、护照，陆晨舟瞳孔骤缩，他猛地转身，再次冲上2楼书房。这一次，他不再翻找抽屉，而是直接走到书架前。沈清慈有一个习惯，会把一些重要但不常用的文件夹在某些厚重的工具书里。他抽出一本厚重的《世界建筑史年鉴》，打开，里面空空如也，又抽出几本他常翻的大部头，全是空的。那些他以前从未在意过的，属于沈清慈的重要文件，全都不见了。他是有预谋的，而且预谋了绝非1天2天。陆晨舟感到一阵冰冷的窒息，他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黑暗的迷宫里，而沈清慈早已抽身离去，甚至可能正站在某个高处，嘲弄地看着他在原地打转。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嗡嗡的声音在过分安静的书房里格外刺耳。陆晨舟掏出来一看，屏幕上跳动着方莹2个字，他盯着那名字，第一次觉得如此刺眼。如果不是这7天沉迷在方莹那里，他怎么会对沈清慈的消失毫无察觉？一股莫名的迁怒涌上心头，他划开接听，语气是自己都没察觉的不耐。什么事？电话那头传来方莹娇嗔的声音：晨舟，你怎么走了都不跟我说一声嘛？人家醒来发现你不见了，心里空落落的。他顿了顿，语气带上试探：你到家了吗？见到你那位太太了？这跟你没关系。陆晨舟冷硬地回道，他现在一点应付方莹的心情都没有。方莹被他的语气噎了一下，有些不高兴，但很快又放软了声音：好吗？不问就不问。那你明天还过不过来？别墅那边销售催着我定呢，说好几个人在看，你要是不来帮我长长眼，我可不敢定。明天没空。陆晨舟直接打断他：这几天都别找我，公司有事，公司有事。方莹的声音提高了8度，带着明显的不幸和委屈。陆晨舟，你该不会是回家见到老婆又心软了吧？你忘了他平时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了？他能跟我比吗？我这7天，我说了，这几天别找我。陆晨舟陡然加重了语气，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怒意。听不懂吗？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方莹似乎被吓住了，几秒后才传来带着哭腔和一丝怨毒的声音：好，陆晨舟，你好样的，你别后悔。说完，狠狠挂了电话。陆晨舟烦躁地把手机扔在书桌上，用力揉着眉心。方莹的纠缠此刻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且令人厌烦。他的全部心神都被沈清慈那张该死的纸条占据了，他需要找到他，立刻，马上。他重新拿起手机，这次不是打电话，而是点开了手机里一个极少使用的定位追踪软件。那是当初他以防万一，在沈清慈的手机和车上偷偷安装的，婚后不久装的，这些年几乎没用过，都快忘了。软件启动，加载缓慢。陆晨舟紧紧盯着屏幕，心跳莫名有些加速。只要定位还能用，他就能立刻知道沈清慈在哪里，到时候看他怎么跟他清算。进度条终于走完，地图界面展开，代表沈清慈手机的那个红色光标，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出现在某个陌生的城市或酒店，而是一片空白。软件提示：未搜索到设备信号。车的定位同样失效，显示停在别墅车库，但沈清慈显然没开车走，他把手机关机了，甚至可能取出了 SIM 卡或破坏了定位模块，车的定位器或许也被处理了。他切断了所有他能通过技术手段追踪的线索。陆晨舟猛地将手机拍在书桌上，屏幕瞬间裂开蛛网般的细纹，他胸膛剧烈起伏，一种从未有过的彻底失控的恐慌感，混合着被彻底挑衅的暴怒，几乎要将他吞噬。沈清慈，你究竟想干什么？他像困兽一样在书房里踱步，
目光扫过书架上那些空了的夹层，扫过空荡的抽屉，最后落在被自己揉皱又展开的那张纸条上。有些账，是时候好好清算一下了。到底是什么账？经济账、感情账，还是一个模糊的念头闪过脑海，让他脊背一凉？难道是当年那件事？不可能，沈清慈不可能知道，他做的极其隐秘，知情者寥寥，而且都被他打点好了。但如果不是那件事，他这7年的隐忍和突然的爆发，又是因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的冷落和方莹的存在。陆晨舟第一次开始认真回想这7年的婚姻。沈清慈永远温柔顺从，对他晚归从不抱怨，对他与方莹愈发明目张胆的来往视若无睹，或者说假装不知，对婆婆的挑剔苛责逆来顺受。她完美地扮演着一个豪门贤妻的角色，安静、得体，毫无存在感。他曾以为那是他天性如此，或者是对这段高攀婚姻的知足和妥协。现在看来，那或许根本不是温顺，而是一种冰冷的疏离，是早已心死的漠然。他像一个最耐心的猎手，蛰伏着，观察着，等待着某个时机，而自己竟愚蠢地将猎手的蛰伏当成了羔羊的驯服。先生，刘妈不知何时又来到了书房门口，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手里拿着一张便签纸。我刚才想起一件事，太太走的前一天，除了那个文件袋，还接了一个电话。我正好在走廊，听见她说了几句，声音不大，但我好像听到她说了谢谢，还有资料很齐全，最后说了句时机差不多了。时机差不多了。陆晨舟猛地转过身，夺过刘妈手里的便签纸，上面是刘妈凭着记忆写的几个词：谢谢，资料齐全，时机差不多了。每一个词都像一块沉重的冰砖砸在他的心上。沈清慈不是临时起意，他早有准备，他在接收某种资料，他在等待时机，而自己竟成了那个为他提供时机的蠢货，用连续7天的夜不归宿彻底放松了他的警惕。不，或许正好相反，是给了他最后决断的推力。他忽然想起，大约2个月前，沈清慈曾状似无意地问过他一句：陈舟，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见了，你会找我吗？当时他正被一个电话会议烦着，头也没抬，敷衍道：别说不吉利的话，你能去哪儿？沈清慈当时好像笑了笑，没再说话。现在想来，那根本不是随口一问，而是一次试探，而他用最漫不经心的态度给了他最确凿的答案。他不会在意。陆晨舟感到一阵眩晕，他扶住书桌边缘，手指用力到骨节泛白，不是疲惫，而是一种认知被彻底颠覆后的强烈不适。他以为自己是掌控者，是施予者，却原来自己可能一直活在别人精心维持的假象里，还沾沾自喜。刘妈，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太太最近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开销，大笔的支出，或者有没有什么陌生人来找过她？刘妈摇头，特别大的开销没有，太太用度一直很节俭。陌生人除了快递和偶尔上门的美容师、瑜伽老师，没见有别人。太太也不怎么出门交际，没有异常开销，没有可疑往来。那她的底气从何而来？那些资料是什么？她打算怎么跟自己清算？未知像一片浓重的黑暗将陆晨舟笼罩。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对结婚7年的妻子了解得如此之少。他不知道他有什么朋友，不知道他平时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何时起了离开的念头，更不知道他手中握着什么样的牌。这种失控感比他谈崩一个上亿的合同还要让他难以忍受。就在这时，他扔在书桌上的屏幕碎裂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不是来电，而是一条短信提示音。陆晨舟几乎是扑过去抓起了手机，发信人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短信内容只有短短一句话：陆总，尊夫人委托的离婚协议草案已初步拟定，
您何时方便预约时间，就相关条款进行沟通。离婚协议，沈清慈竟然已经找好了律师，在他发现他失踪的同时，离婚协议都已经准备好了。陆晨舟盯着那行字，眼前一阵发黑，所有的猜测、不安、愤怒，在这一刻被这条短信彻底点燃，炸成一片熊熊燃烧的、足以吞噬理智的烈焰。沈清慈，你好，你真是好得很。他死死捏着手机，力道之大，几乎要将它捏碎。唇角勾起一个扭曲的、近乎狰狞的弧度。想离婚，想清算，可以，但前提是得由他陆晨舟说了算。他倒要看看，一个依附他活了7年的女人，离开了陆家，离开了他的供养，能掀起多大的风浪。这场他先挑起的战争，他会让他知道谁才是最终能决定结局的人。那条短信像一根烧红的针，扎进陆晨舟的眼球。离婚协议，他竟然敢先提离婚，狂怒瞬间冲垮了最后一丝残存的理智。陆晨舟想也不想，立刻回拨那个陌生号码，听筒里传来的却是礼貌而冰冷的电子音：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他被拉黑了，还是那根本就是个虚拟号码？砰一声巨响，陆晨舟将手机狠狠砸向墙壁，本就碎裂的屏幕彻底分崩离析，零件散落在地毯上。他胸口剧烈起伏，额角青筋突突直跳。好，沈清慈，你跟我玩这套。他咬牙切齿的低语，声音从齿缝里挤出来，带着森然的寒意。他不再迟疑，转身冲回主卧。这一次不再是粗略的扫视，而是带着一种掘地3尺的狠劲，开始疯狂翻找。衣柜被彻底拉开，沈清慈留下的衣服被他粗暴地扯出来，扔在地上，检查着每一个口袋，每一处可能藏东西的夹层。梳妆台的抽屉全被抽出来倒扣，瓶瓶罐罐稀里哗啦摔了一地，昂贵的面霜和香水混在一起，散发出怪异的气味。他甚至掀开了床垫，挪开了沉重的床头柜，没有，什么都没有，除了那些华而不实的衣物和护肤品。沈清慈没有留下任何带有个人印记或可能成为线索的东西，他清理得如此干净，仿佛从未在此生活过7年。陆晨舟站在一片狼藉的主卧中央，粗重地喘息着，空气里弥漫着香水和灰尘混合的味道，刺激着他的神经。他开始翻找自己的东西，试图找出沈清慈可能动过的手脚。保险柜嵌在衣帽间的墙壁里，密码只有他知道。他快速输入密码，厚重的金属门弹开，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些重要文件，几件价值不菲的珠宝，大部分是沈清慈不怎么戴的，一些现金和金条，还有几块收藏级名表，看起来似乎没少什么。但他仔细清点时，瞳孔猛地一缩，少了一份文件，一份他几乎已经遗忘的关于城西那块地皮的早期意向协议复印件。那是很多年前，沈家老爷子还在世时，陆家为了表示诚意，同意在婚后将那块地的部分权益过渡到沈清慈名下，作为保障的意向文件。后来老爷子去世，沈家示威，这块地的开发权实际上一直牢牢掌握在陆晨舟手里，那份意向书也就成了压在箱底无人提及的一纸空文。沈清慈拿走了它，他要那个几乎不具备法律强制力的旧文件做什么？陆晨舟心中的不安急剧扩大，他重新将保险柜里外检查了一遍，又在自己的书房、公司文件柜的记忆里搜索，没有其他明显缺失，但他拿走的偏偏是这件与沈家旧事相关的东西。手机毁了，他快步下楼，用客厅的座机拨打自己助理赵远的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陆总，赵远的声音24小时待命般清醒。赵远，立刻去办3件事。陆晨舟语速极快，不容置疑。第一，查沈清慈名下所有银行卡、信用卡近3个月的流水，特别是大额支出和转账记录，立刻发给我。第二，
联系交通系统的人，查上周三上午9点半到10点半之间从西山别墅区轿车离开的所有记录，重点查目的地是机场、高铁站或者长途汽车站的，锁定乘客是单身女性，携带登机箱的。第三，找私家侦探，我要知道沈清慈过去半年，不，过去1年的所有行踪，见过什么人，打过什么电话，所有细节。电话那头的赵远显然被这一连串指令惊住了，尤其是涉及老板娘，他迟疑了一下。陆总，太太她，照我说的做，现在，马上。陆晨舟对着话筒低吼，所有事情，我要最快速度看到结果，动用所有关系，花多少钱都行。是，陆总，我立刻去办。赵远不敢再多问，挂了电话。陆晨舟瘫坐在沙发上，双手撑住额头，太阳穴突突的疼，一种混合着疲惫、暴怒和隐隐恐慌的情绪撕扯着他。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会被沈清慈，这个她是做附属品的女人，逼到如此被动狼狈的境地。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像在油锅里煎熬。刘妈悄无声息地收拾了1楼的狼藉，连大气都不敢出。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半个小时，但对陆晨舟来说漫长的像1个世纪。座机刺耳地响了起来，他几乎是弹起来接起电话，说：陆总，是我，赵远。赵远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和困惑。银行卡流水查到了，有点奇怪。怎么奇怪？说清楚。太太名下那张主卡，近3个月只有一些日常小额消费，超市、书店、花店之类。最后一笔消费是上周二下午，在一家咖啡馆。但是赵远顿了顿，他名下另外2张关联的不怎么用的储蓄卡，大概在2个月前各自分5次，每次不超过5万，总共转出了48万7千元。收款方式不同的几个个人账户，开户行遍布全国各地。因为每笔金额不大，又是分散转出，之前没有触发任何预警。陆晨舟的心猛地一沉，40几万对他而言是小钱，但对沈清慈来说，这绝不是正常消费。他在悄悄转移现金，用这种化整为零、蚂蚁搬家式的方式，能查到收款人身份吗？正在查，需要点时间。这些账户看起来都是，赵远斟酌着用词，像是专门用来接收这种分散资金的。身份信息可能不实，继续查。陆晨舟咬牙。那轿车记录呢？这个有点麻烦。赵远的语气更谨慎了。上周三那个时间段，从别墅区几个门口轿车离开的记录不少，符合女性带登机箱条件的也有好几个。目的地有机场，有市区酒店，有高铁站，暂时无法精准锁定哪一位是太太。而且如果太太不是用自己常用手机嚎叫的车，或者中途换了车，那就废物。陆晨舟忍不住骂道。那就扩大范围，查全市所有交通监控，他总要露面。是，陆总。赵远硬着头皮应下。陆晨舟刚想挂电话，赵远又急忙补充：陆总，还有一件事，刚才财务部总监私下紧急联系我，说接到银行通知，您个人账户下有几个账户，以及以您个人名义控股的晨曦投资公司账户，刚刚被临时冻结了。什么？陆晨舟豁然起身，声音都变了调。冻结？谁冻结的？为什么？银行方面没有详细说明，只说是接到了有权机关的协助通知，涉及财产保全申请。赵远的声音越来越低。冻结金额初步估算，涉及流动资金大概在8000万左右。主要是您个人用于短期理财和晨曦投资账上的运营资金8000万，流动资金。陆晨舟眼前一黑，差点没站稳。晨曦投资是他用来运作一些私密项目，进行灰色利益输送的白手套公司，账上的钱至关重要。而他的个人理财账户里也存放着随时可以调用的巨额现金。财产保全申请
这意味着沈清慈不仅单方面提出了离婚，还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冻结了他的资产。他怎么做到的？他哪里来的证据？法院凭什么这么快受理并执行？是沈清慈，对不对？陆晨舟的声音阴冷的吓人，申请人的名字确实是太太沈清慈女士。赵远证实了他的猜测，律师是正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姓陈，正清律师事务所，陈律师。陆晨舟飞快地在记忆中搜索，没印象，不是他们陆氏集团常用的律所，也不是这个圈子里顶尖的那几家。沈清慈从哪里找来的？给我联系这个陈律师，立刻，马上！陆晨舟吼道。已经尝试联系了，陆总。赵远的声音带着无奈。对方秘书回复，陈律师目前不在本地，关于陆先生您和沈女士的案件，一切按法律程序进行，在正式开庭或协商前，不方便单独与您沟通。砰！陆晨舟一拳砸在红木茶几上，厚重的台面都震了震。他被拒绝了，他被沈清慈的律师拒之门外，奇耻大辱，简直是奇耻大辱！一个靠他养着的女人，居然把他逼到资产被冻结，连对方律师面都见不到的境地。陆总，现在怎么办？公司那边几个项目等着支付尾款，还有下个月的。赵远焦急地问。想办法，先从集团其他子公司调集备用金，无论如何不能影响公司正常运营。陆晨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但声音里的戾气掩饰不住。还有，给我查那个正清律师事务所，查那个陈律师的底细，查沈清慈是怎么和他搭上线的。他哪来的钱请律师？哪来的能耐这么快申请到财产保全？他绝不相信这是沈清慈独自能做到的，背后一定有人，是沈家残余的势力，还是他在商场的对手，趁这个机会给他下绊子。是，陆总。赵远领命。挂断电话后，陆晨舟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在客厅里来回踱步。8000万流动资金被冻结，虽然不至于让他伤筋动骨，但足以让他手忙脚乱，颜面尽失。尤其是陈系投资账户被冻，可能会惊动一些不该惊动的人，引出不必要的麻烦。沈清慈这一刀又准又狠，直接捅在了他最在意的地方，他的财富和掌控力。他猛地想起那份失踪的旧意向书，城西那块地，当初的意向很模糊，只是口头承诺和一份不规范的协议。难道沈清慈想用这个做文章？可那能威胁到他什么？不对，重点不是那块地本身，而是沈清慈拿走了他拿走的每一样东西都必然有他的目的。陆晨舟再次冲回书房，打开自己的电脑，开始疯狂搜索正清律师事务所、陈律师以及财产保全，快速申请相关的信息。同时，他尝试登录几个自己私密的邮箱和云存储账户，检查是否有异常登录记录。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书房的固定电话响了。这部电话知道的人极少，他心头一凛，接了起来。喂，他声音紧绷。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略显苍老但威严十足的声音，是他的母亲，陆家真正的定海神针，陆老夫人。陈舟。陆老夫人的声音听不出喜怒。我刚才接到王行长一个电话，他委婉地提醒我，你个人账户有些手续上的小问题。怎么回事？陆晨舟心里咯噔一下，银行的动作这么快，连母亲都惊动了。妈，没什么大事，一点误会。陆晨舟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是青瓷那边，他闹了点脾气，可能听了些闲话，做了些不理智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沈青瓷。陆老夫人顿了顿，语气里透出一丝不悦和审视。他能闹出冻结你账户的动静？陈舟，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做了什么？还是他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陆老夫人的敏锐让陆晨舟背后渗出冷汗。他知道母亲指的是什么。没有，妈，他就是可能对我有些误会，加上外面有人煽风点火。陆晨舟避重就轻，
我会尽快解决，公司那边不会受影响，最好是误会。陆老夫人的声音冷了几分，管好你的后院。陆家的男人不能让女人捏住把柄，更不能因为女人坏了大事，尤其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并购案不能出任何差错，需要家里出面就说话。我知道，妈，我能处理。陆晨舟保证道。挂了母亲的电话，陆晨舟感到一阵更深沉的疲惫和压力，事情正在以他无法控制的速度扩散。沈清慈的消失不再是简单的离家出走，而是一场直接冲击他财富、事业乃至家族声誉的精准打击。他重新看向电脑屏幕，搜索引擎上关于正清律师事务所的结果寥寥无几，看起来是个规模不大，但据说在婚姻财产纠纷方面有些独到手段的律所。陈律师陈正清是创办人，背景干净，没什么明显漏洞。沈清慈就像一个隐藏在迷雾中的棋手，悄无声息的落子，每一步都打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手机坏了，他用座机再次拨打沈清慈的电话，依然是关机。他盯着那部冰冷的电话机，忽然想起刘妈说的，沈清慈走之前接过一个电话，说过资料很齐全。资料？什么资料？齐全到什么程度？一个可怕的念头不受控制地浮现，沈清慈手中掌握的恐怕不只是那份旧的意向书，他可能还有别的，关于他，关于公司，关于那些不能见光的秘密。如果真是那样，陆晨舟猛地打了个寒战，不敢再想下去。不可能，他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渠道，他必须在他造成更大破坏之前找到他，控制住他。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他。夜色更深，别墅里死一般寂静。陆晨舟站在窗前，看着玻璃上自己扭曲的倒影，眼神阴鸷的可怕。沈清慈，你以为冻结我8000万就能让我束手就擒？你太天真了，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而游戏的规则由我陆晨舟来定。他拿出备用手机，拨通了另一个号码，声音恢复了某种冰冷的镇定。是我，帮我找几个人，用一切手段查沈清慈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不，必须活着带回来。还有，去沈家老宅看看，任何他可能去的地方都不要放过。放下电话，陆晨舟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沈清慈，你想玩，我陪你玩到底，看看最后是谁清算谁。第二天，陆晨舟是被持续的门铃声吵醒的。他在书房沙发上窝了一夜，浑身酸痛，眼底布满血丝。赵远和私家侦探那边还没有突破性消息，沈清慈就像人间蒸发，而资产冻结带来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几个项目经理的电话催得他心烦意乱，门铃还在执拗地响着，夹杂着女人娇嗲的呼唤：陈舟，陈舟，你在家吗？开门呀！是方莹。陆晨舟眉头拧成一个死结，昨晚的怒火和此刻的烦躁交织在一起。他本不想理会，但门铃声越来越急，伴随着拍门声，大有不开门就一直闹下去的架势。他阴沉着脸起身下楼，打开门。方莹精心打扮过的脸出现在眼前，她穿着一身香奈儿的早春套装，手里拎着只限量的鳄鱼皮包，妆容精致，但眼底的红肿和一丝委屈破坏了整体的娇艳。陈舟，一见到他，方莹立刻扑上来想抱他，却被陆晨舟侧身避开。他扑了个空，脸上的笑容僵了僵，随即换上更委屈的表情。你怎么不接我电话，还把我拉黑了？人家担心了你一晚上，有事说事。陆晨舟语气冷淡，转身往客厅走，丝毫没有让他进来的意思。方莹自己挤了进来，顺手关上门。他敏锐地察觉到气氛不对，别墅里异常冷清，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昨晚翻找后的凌乱感。刘妈不见踪影，你家那个木头沈清慈呢？方莹试探着问，目光四处打量。听到这个名字，陆晨舟背影一僵，语气更冷，跟你无关。方莹碰了个钉子，
心里更加不快。他跟着走到客厅，看到茶几上还没来得及收拾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还有一部屏幕碎裂的不成样子的手机残骸。陆晨舟身上穿的还是昨天的衬衫，皱巴巴的，头发凌乱，一副颓败模样，全然不见往日的意气风发。出事了，方莹立刻断定，而且肯定跟沈清慈有关。一丝幸灾乐祸和趁虚而入的心思活络起来。他调整了一下表情，走到陆晨舟面前，伸手想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声音放得又柔又软：“晨舟，到底怎么了吗？你看起来好累，是不是沈清慈跟你闹了？她那种女人，除了摆张冷脸还会什么？你别为她烦心，不值当。”陆晨舟挥开他的手，眼神里带着不耐：“我说了，没事，你先回去。”方莹被他连续冷淡的态度彻底激怒了，他忍了一晚上的委屈和不安爆发出来，声音陡然尖利：“陆晨舟，你什么意思？睡了我7天，提起裤子就不认人了是吧？现在为了家里那个黄脸婆就要赶我走？我告诉你，没门！”他挺直腰背，故意用手抚摸着自己平坦的小腹，扬起下巴，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得意和挑衅的笑容。而且我现在可不能随便生气，也不能走，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我怀孕了，你的孩子。怀孕2个字像2颗炸弹，在空旷的客厅里炸开。陆晨舟猛地转过头，死死盯住方莹的肚子，眼神锐利得像要把她剖开。“你说什么？”“我说我怀孕了。”方莹一字一顿地重复，仔细观察着陆晨舟的表情，试图从中找到惊喜或至少是重视。“昨天下午我自己用验孕棒测的，2条杠，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就对我发脾气。晨舟，你要当爸爸了，是我们的孩子。”震惊、怀疑、烦躁，还有一丝荒谬感齐齐涌上陆晨舟心头。在这个沈清慈失踪、资产被冻结、一切都乱成一团的当口，方莹跑来告诉她怀孕了。“确定吗？”她的声音没有丝毫温度。“去医院检查过了。”方莹见她不是惊喜，反而先质疑，心里一沉，但面上还是维持着笑容。“验孕棒很准的，我本来想今天就去医院确认，但我想第一个告诉你嘛。晨舟，你不高兴吗？这可是你的长子。”“够了！”陆晨舟打断他，语气充满疲惫和厌烦。“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你先回去，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说。”“事情？什么事情比我们的孩子还重要？”方莹不依不饶，上前一步抓住陆晨舟的手臂：“是不是沈清慈？他是不是要跟你离婚？那不是正好吗？离了婚，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孩子也能有个名分。晨舟，你还在犹豫什么？难道你还舍不得他？我让你先回去。”陆晨舟猛地甩开他的手，力道之大让方莹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方莹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眼泪瞬间涌了上来。“陆晨舟，你推我，我怀着你的孩子，你推我，你还是不是人？”他声音尖刻，带着哭腔：“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那个姓沈的，他有什么好？一个木头疙瘩，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占着陆太太的位置7年，连个屁都没给你生出来。现在我要给你生孩子了，你还惦记着他？他是不是以死相逼不离婚？我告诉你，这种女人最会装可怜了。”“他闭嘴！”陆晨舟厉声喝道，额角青筋暴起。方莹对沈清慈的辱骂在此刻听起来格外刺耳，不仅是因为内容，更因为每一个字都在提醒他之前的忽视和沈清慈如今反扑的讽刺。“我的事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孩子的事等医院确诊了再说，现在立刻给我出去！”他指着门口，眼神冰冷骇人。方莹被他眼中的狠厉吓住了，哭声噎在喉咙里，但随即更大的不甘和怨愤涌上心头。他付出青春，伏低做小，好不容易怀上孩子，以为能母凭子贵，却在最该得到重视的时候被如此对待。“我不走！”他豁出去了，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眼泪汪汪，却固执地昂着头。我今天就不走了，陆晨舟，你得给我一个交代，这孩子你要不要？你要是敢不要，我就去公司找你，去你家老宅找陆老夫人，让大家评评理，看看陆总是怎么对待怀了他骨肉的女人。他越说越激动，抓起沙发上一个天鹅绒靠垫，狠狠砸在地上。沈清慈，都是那个贱人，要不是他占着位置不肯让，我早就该是这里的女主人了。一个家世败落的破落户，真当自己还是千金小姐呢？摆什么清高架子？啪！一声清脆的碎裂声打断了方莹的辱骂，不是巴掌，是陆晨舟将手边一个水晶烟灰缸狠狠砸在了他脚边的地毯上，碎片四溅。他脸色铁青，眼神像是要杀人。我最后说一遍，陆晨舟的声音低哑，充满了危险的压迫感。滚出去，再让我听到你骂他一个字，我让你什么都得不到，包括你肚子里那块肉。方莹彻底被镇住了，她从未见过陆晨舟如此恐怖的一面，那眼神里的寒意是真的。她毫不怀疑，如果他此刻手边有把刀，可能会真的捅过来。恐惧瞬间攫住了他，嚣张气焰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手不自觉地护住小腹，慌忙从沙发上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往门口退。好，我走。他声音发颤，眼泪糊了一脸，精心打扮的妆容彻底花了。陆晨舟，你别后悔。他拉开门，逃也似的冲了出去，高跟鞋在台阶上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也顾不上形象，狼狈地跑向自己停在路边的跑车，迅速发动车子逃离。别墅重新恢复死寂，陆晨舟站在原地，胸膛剧烈起伏，太阳穴突突地跳着疼。方莹那些恶毒的话语还在耳边回响，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让他恶心得想吐。他烦躁地扯开领口，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烈酒，仰头灌下，火辣辣的液体划过喉咙，却压不住心头的邪火。怀孕，方莹怀孕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是在以前，他或许会考虑，至少会安抚。一个孩子，尤其是儿子，对陆家，对他稳固地位并非坏事，但现在他只觉得这是个天大的麻烦。沈清慈还没找到，离婚官司悬在头上，资产被冻结，母亲那边已经起疑，再多一个怀孕的情人闹上门，简直是乱上加乱。而且不知为何，方莹刚才那副歇斯底里、口吐恶言的模样，让他无比反感。对比之下，沈清慈7年来的安静隐忍，甚至他最后留下的那张冷静到冷酷的纸条，都显得截然不同。他猛地摇头，想把这种荒谬的比较甩出去。他怎么能觉得沈清慈更好？他现在是拿着刀捅向他的人，他需要冷静，需要尽快找到破局的方法。就在他强迫自己思考下一步行动时，眼角余光似乎瞥见客厅角落的盆栽植物后面有什么极其微弱的红色光点，极其短暂地闪烁了一下，不到半秒就消失了。陆晨舟动作一顿，疑心是自己眼花了，或者是酒意上头。他眯起眼睛，仔细看向那盆茂盛的散尾葵，一切如常，只有翠绿的叶片，可能是电子设备充电器的指示灯，或者是智能家居的传感器。这房子里有不少这类东西，但他心里那根弦莫名绷紧了。沈清慈是学设计的，对空间细节敏感，他会不会？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猜测浮上心头，他不动声色，假装继续喝酒，目光却如同雷达般缓缓扫过整个客厅。天花板角落的烟雾报警器，墙壁装饰画框的边缘，书架上某本书的缝隙，壁灯灯罩的内部，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异常。难道真是自己多疑了？他放下酒杯，走到那盆散尾葵前，蹲下身，仔细拨开层层叶片，检查花盆背后、土壤表面，甚至每一根枝干的连接处，什么都没有。陆晨舟松了口气，自嘲地笑了笑，真是被沈清慈搞得太紧张了，疑神疑鬼。
他站起身，准备去洗把脸清醒一下。转身的刹那，他的目光无意中掠过壁炉上方那幅巨大的抽象油画，那是沈清慈几年前画的。他不喜欢，觉得毫无意义，但他坚持挂在那里。画框是厚重的金属材质，边缘有繁复的镂空花纹，就在那花纹某个不起眼的、光线难以直射的凹陷处，似乎有一个比芝麻粒还小的孔洞，而且孔洞边缘的金属颜色和周围有一丝极其细微的、不自然的差异。陆沉舟的心跳猛地漏跳了一拍，他不动声色地移开目光，没有立刻上前查看，而是如同疲惫般坐回沙发，拿起那份被方莹砸在地上的靠垫，似乎只是想整理一下，但他的后背瞬间被一层细密的冷汗浸湿。如果那里真的藏了什么，如果沈清慈离开前不仅清理了自己的痕迹，还留下了眼睛和耳朵，那么刚才方莹那场淋漓尽致的羞辱和逼宫大戏，以及他陆沉舟所有的愤怒、失态和言语，岂不是全都被记录了下来？沈清慈，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想做什么？一种比资产被冻结更甚的寒意顺着脊椎骨悄然爬升。距离西山别墅区30公里外，一间静谧的高层公寓内，沈清慈端着一杯温水，站在落地窗前，看着远处城市模糊的天际线。他穿着舒适的居家服，素面朝天，神色平静，眼神却清澈而坚定。他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是亮的，上面分割着几个小窗口，其中一个窗口此刻正无声地播放着西山别墅客厅的实时画面，画面角度有些偏，但足够清晰，可以看到陆沉舟颓然坐在沙发上的背影。屏幕一角有一个小小的音频波动条，显示此刻并未接收声音。沈清慈的指尖在触摸板上轻轻滑动，调出了另一个文件夹，里面整齐排列着一些音频文件，时间戳从数月前开始，直到昨天。他点开了最新的一个文件，音箱里立刻传出方莹那尖利而充满恶意的声音：他有什么好？一个木头疙瘩，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占着陆太太的位置7年，连个屁都没给你生出来。现在我要给你生孩子了，你还惦记着她？她是不是以死相逼不离婚？我告诉你，这种女人最会装可怜了。她接着是陆沉舟的怒喝和砸东西的声音。沈清慈面无表情地听着，眼神没有丝毫波动，仿佛在听一段与己无关的嘈杂噪音。直到这一段录音播放完毕，他才轻轻移动鼠标，将这份音频文件拖拽进另一个标记为证据材料补充的文件夹中，然后他关掉了实时监控的窗口。有些戏看关键部分就够了，剩下的猜也能猜到。他拿起手机，屏幕亮起，上面是陈律师几分钟前发来的信息：沈小姐，财产保全裁定已送达并执行。陆沉舟方暂无正式回应，但其助理试图通过多方渠道打探。另根据您提供的新线索，关于晨曦投资与星汇项目的资金往来异常证据，我们已初步整理完毕，可作为下一步谈判或诉讼的有力筹码。沈清慈回复了一个字：好。放下手机，他重新看向窗外，晨光熹微，天边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开始了。陆沉舟，听说方莹给你送了一份大礼，希望你喜欢。这场清算我们慢慢来。别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带着烟酒气和隐隐的硝烟味。陆沉舟坐在沙发上，身体僵硬，目光却死死锁在壁炉上方那幅抽象画上。那个微不可察的孔洞像一只冰冷的眼睛，嘲弄地俯视着他。他几乎能肯定那里有东西了，沈清慈留下的东西。这个认知让他如坐针毡，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之前所有失态的咆哮、刘妈那些揭示他疏忽的话语，还有刚才方莹那场精彩绝伦的辱骂正式的逼宫大戏，如果全被录下来。陆沉舟猛地闭上眼，手指深深掐进掌心。冷静，必须冷静。现在冲过去砸了那幅画于事无补，只会打草惊蛇。
或者破坏可能存在的证据。不，那对他而言不是证据，是沈清慈握在手里的把柄。他深吸一口气，再睁开眼时，脸上已恢复了几分惯常的冷硬。他站起身，仿佛什么都没发现，步履如常地走向楼梯，准备上楼换衣服。经过那幅画时，他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眼。回到主卧的浴室，打开花洒，冷水倾泻而下，激得他打了个寒战，却也让他混乱的头脑清醒了些。他需要重新评估形势。沈清慈显然比他想象的要难缠得多，也准备得充分得多。他不只是想离婚分钱，他是在系统地收集对他不利的材料，从经济冻结资产到道德录音录像，步步紧逼。他背后一定有人指点，一个熟悉法律程序，懂得如何调查取证，甚至可能了解他某些灰色地带的人。会是谁？他快速冲洗完，换了身干净西装，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重回掌控。刚系好领带，被他扔在卧室地毯上的备用手机就响了起来。不是赵远，是一个来自陆家老宅的号码。他心头一紧，是母亲。妈，他接起，声音已经调整到平稳。陈州，陆老夫人的声音听起来比昨晚更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你现在立刻回老宅一趟，马上。妈，我现在有点事要处理，公司那边。我说马上。陆老夫人打断他，语气不容置喙。你一个人来，司机不用，自己开车。电话被干脆地挂断。陆晨舟捏着手机，心头的不安感更重了。母亲极少用这种命令式的不容商量的口吻跟他说话，尤其是在他成年执掌公司之后。一定是出了什么他认为非常严重的事情，严重到必须当面立刻解决。难道母亲知道了方莹怀孕闹上门的事，还是资产冻结的影响已经扩散到了老宅的关系网？他不敢耽搁，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走。经过客厅时，他状似无意地扫了一眼那幅画，那个小孔洞依然静静地待在那里。40分钟后，陆晨舟的车驶入位于半山的陆家老宅。这座中式庭院占地面积极广，古树参天，气派非凡，也透着一种沉沉的不容逾越的规矩感。他刚走进正厅，就感觉到气氛不对。母亲端坐在主位的太师椅上，穿着暗紫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盘着一串沉香木佛珠，脸色沉静，但眼神却锐利如刀。父亲早逝，陆老夫人便是陆家真正的掌舵人。更让陆晨舟心惊的是，母亲下手还坐着一位穿着灰色西装、戴着金丝眼镜、面容严肃的中年男人。陆晨舟认识他，是陆家用了多年的家族法律顾问周律师。妈，周律师。陆晨舟压下心中的波澜，恭敬地打招呼。陆老夫人抬了抬眼皮，没让他坐，直接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沈清慈申请冻结你资产的事情，周律师已经详细跟我说了，8000万流动资金，说动就动。陆晨舟，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让他抓到这么大把柄的？陆晨舟喉结滚动了一下。妈，这只是他无理取闹，我已经让赵远去处理了，很快就能解冻。无理取闹？陆老夫人冷笑一声，手里的佛珠停止转动。周律师，你把查到的情况跟他说说。周律师推了推眼镜，打开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语气专业而冷静。陆总，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沈女士向法院提交的财产保全申请理由充分，证据链相对完整，主要基于2点。第一，他提交了您个人账户与晨曦投资公司账户之间近3年数笔大额、频繁且用途不明的资金往来记录，指出这涉嫌婚内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第二，他提交了您与方莹女士长期同居，且方莹女士近期频繁以怀孕为由向您施压，索要财物的部分证据，主张您存在重大婚姻过错，
且有可能在离婚前恶意处置财产。陆晨舟的脸色一点点白了下去。沈清慈连晨曦投资的具体资金往来都弄到了，还有方莹，他是怎么拿到证据的？难道真的是那些隐藏的摄像头和录音设备？这些证据他从哪里得来的？陆晨舟声音发干，来源不明，但形式上符合证据规则。周律师谨慎地说，法院初步审查后认为具备保全必要性，所以裁定很快。陆总，现在的问题不是纠结证据来源，而是这些证据本身一旦在后续的离婚诉讼中正式提交，对您会非常不利，尤其是晨曦投资的账目。如果深究下去，周律师没有说完，但陆晨舟明白他的意思。晨曦投资的水很深，牵扯到一些见不得光的利益交换，绝不能摆到台面上。陆老夫人看着儿子骤变的脸色，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和严厉。听到没有？不是无理取闹，是你自己尾巴没藏好，让人家捏住了7寸。我早就跟你说过，外面的女人玩玩可以，但不能动真格，更不能留下把柄。现在好了，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怀了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种，就敢闹上门，还被沈清慈抓了个正着。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让陆家的脸往哪儿搁？妈，方莹的事我会处理干净。陆晨舟急忙保证，孩子是不是我的还不一定，我不管那孩子是不是你的。陆老夫人猛地提高声音，手中的佛珠重重拍在红木茶几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我现在说的是沈清慈，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你冷落她，在外面胡搞。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她懂事能忍，没给陆家惹麻烦。可现在呢，她不忍了，她手里拿着能让你让陆家难堪的东西，要跟你算总账了。陆晨舟被母亲疾言厉色的训斥压得抬不起头，心中对沈清慈的怨恨又添一层。都是他，如果不是他突然发难，母亲怎么会如此动怒？妈，我知道错了，我会想办法让他撤诉，把证据拿回来。陆晨舟咬牙道。让他撤诉，拿回证据。陆老夫人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她看着儿子，眼神复杂，有怒其不争，也有深深的疲惫。晨舟，你到现在还没明白吗？沈清慈不是以前那个任你拿捏的沈清慈了，他这次是铁了心要跟你撕破脸。而且他顿了顿，示意周律师。周律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老式的便携式录音笔，放在茶几上，按下了播放键。一阵轻微的沙沙声后，里面传出的竟然是沈清慈的声音，声音很清晰，背景安静，像是在打电话，语气平静温和，却带着一种不容错辨的疏离感。妈，我知道您不喜欢我，觉得我配不上晨舟，配不上陆家。这7年，您对我的种种挑剔、责难，我都记着。陆晨舟心头一紧。沈清慈在跟母亲通话，他们关系一直冷淡，母亲看不起沈家败落，沈清慈则总是沉默以对。录音继续，但我更记得，爸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陆家对不起沈家，让我多担待。我记得晨舟胃不好，喝多了会疼，所以我总是备着温胃的粥和药，哪怕他很少回家吃。我记得您膝盖有旧疾，阴雨天会痛，所以我托人从云南找来最好的艾草和老姜，做成药包，定期让刘妈送去老宅。虽然您从未说过一句好，甚至可能直接扔了。我做这些，不是因为我还奢望得到你们的认可或亲情，我只是在尽我作为妻子、作为儿媳该尽的本分，或者说是在履行一场交易里。我这一方的责任，用我的忍耐和付出换取沈家残存的体面和我父亲临终的安心。但现在这场交易，我觉得该结束了。晨舟有他想要的生活，您有您主意的儿媳人选，而我累了。这通电话不是抱怨，也不是祈求，只是想告诉您，我要走了。以后陆家的一切与我再无瓜葛，您保重身体。录音到此戛然而止，客厅里一片死寂。陆晨舟僵在原地，脑子里嗡嗡作响，
沈清慈那些平淡的话语，像一把把钝刀子，慢慢割开他蒙蔽了7年的认知。胃药、艾草药包，他默默做了这些，而他从未知晓，甚至从未想过他会做这些。陆老夫人的脸色也变幻不定，她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这段录音是昨天下午一个匿名号码发到我手机上的，没有勒索，没有要求，只有这段录音。他看向陆晨舟，眼神严厉依旧，但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7年，他忍了7年，做了7年他认为该做的事，没有抱怨，没有邀功，甚至临走都没有对我说一句重话。陆晨舟，我是不喜欢他，觉得他家世不够，性子太闷，但比起外面那个张牙舞爪、满口污言秽语、只盯着陆家钱袋子的女人，陆老夫人冷哼一声。沈清慈至少知道什么是体面，什么是本分，甚至到了最后，他还给我留了最后一份体面，没有直接把这些话甩到你脸上，甩到媒体面前。妈，陆晨舟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喉咙发紧。你别叫我妈，陆老夫人厉声道。我告诉你，陆晨舟，这件事从现在开始，陆家不会替你擦屁股。沈清慈要离婚，要分财产，要清算，那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是法律的事。但有一点，他站起身，走到陆晨舟面前，目光如炬。陆家绝不会承认外面那个姓方的女人和他肚子里那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你想养着是你的事，但别想带进陆家的大门，别想从陆家拿走1分1毫。至于沈清慈，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复杂。他手里的东西，如果只是关于你转移财产、包养情妇这些破烂事，你自己想办法解决。但如果涉及到更深的东西，涉及到陆家的根基，陆老夫人没有说完，但陆晨舟已经听懂了母亲的警告和划清界限。母亲不会明着帮他对付沈清慈，甚至可能因为那段录音对沈清慈有了一丝微妙的基于识大体的认可。而母亲最担心的是沈清慈手里是否有更致命的关于陆家灰色地带的证据。妈，我明白了。陆晨舟低下头，拳头在身侧紧握。我会处理好的，不会连累家里，最好如此。陆老夫人坐回太师椅，重新捻动佛珠，闭上了眼睛，仿佛瞬间苍老了几岁。你走吧。周律师送客走出压抑的老宅，坐进车里，陆晨舟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母亲的表态比资产冻结更让他心惊，那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争斗中，他很可能无法借助家族的全部力量，甚至要独自面对沈清慈可能抛出的更危险的炸弹。而沈清慈，他不仅算计了他，还算计了母亲。那段录音看似告别，实则诛心。他在母亲心里种下了一根刺，一根关于陆家亏欠和沈清慈隐忍的刺，成功的在关键时刻让母亲保持了中立，甚至隐隐偏向了他那一边。好手段，真是好手段。陆晨舟发动车子，引擎发出低吼，他眼神阴鸷地看着前方蜿蜒的山路。沈清慈，你以为这样就能赢吗？你以为拿到一些经济上的把柄，一段打动我母亲的录音就能扳倒我？你太天真了，游戏该进入我的节奏了。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从未在白天拨打过的号码，声音冰冷。我改变主意了，不用请回来了，用一切方法找到沈清慈，必要时可以让他的消失变成永远。还有，帮我约星汇项目的王总，告诉他之前提的那个条件，我答应了。挂掉电话，陆晨舟狠狠踩下油门，跑车如同离弦之箭般冲下山道。沈清慈，这是你逼我的。陆家老宅的警告像一盆冰水，暂时浇熄了陆晨舟心头的邪火，却也让那股寒意更加刺骨。他明白，从现在开始，他真正是孤军奋战了。母亲的态度明确，不插手，但也绝不容许他波及陆家根基。这既是约束，也是底线。
回到公司，陆晨舟立刻召见了赵远和财务总监，办公室的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来。资金缺口暂时从海外子公司调集了一部分，勉强能应付这个月的支付，但下个月几个项目的尾款和银行的季度利息，财务总监额头冒汗，递上最新的报表。陆总，被冻结的资金必须尽快解冻，否则现金流压力会非常大。而且消息已经有点漏出去了，今天早上有2个供应商特意来电话关心账期问题。陆晨舟看着报表上刺眼的红色数字，眼神阴郁。8000万对他庞大的商业帝国来说不算致命，但卡在咽喉要道，足以让人呼吸困难。法院那边什么进展？他问赵远，赵远面色凝重，我们提交的解封申请被驳回了。法官认为沈女士提交的初步证据显示存在财产转移风险，在离婚诉讼审结前维持保全状态。而且他犹豫了一下，陈律师那边放出风声，说如果协议离婚谈判不顺利，他们不排除向经侦部门举报晨曦投资部分资金往来的问题。他敢？陆晨舟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咖啡杯震得跳了一下，但他心里清楚，对方既然敢说，就未必不敢做。沈清慈背后的人手段狠辣，且不按常理出牌。正清律师事务所和陈律师的底细查得怎么样了？陆晨舟强迫自己冷静，查了，律所规模不大，但胜率高，尤其是代理女方的高净值离婚案，以手段强硬，擅长挖掘隐蔽资产闻名。陈正清本人背景干净，政法大学高材生，执业15年，没什么污点。他接沈女士的案子，看起来是正常业务委托。赵远顿了顿，不过我们查到一件有意思的事，陈律师的妹妹是沈女士大学同寝室的室友，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虽然毕业后往来不多，但这层关系可能存在。大学室友的哥哥。陆晨舟眯起眼，这就能解释沈清慈如何找到这条捷径了。但这还不够，沈清慈提供的那些具体证据，尤其是晨曦投资的敏感账目，不是一个普通律师能轻易挖出来的。他一定还有其他信息来源。沈清慈的下落呢？这是陆晨舟最关心的问题。赵远摇摇头，脸色有些难看。私家侦探那边跟丢了，他们根据您提供的线索，追查到沈女士上周3叫车去了机场，但机场监控显示她并没有搭乘任何航班离开。她可能在机场换了其他交通工具，或者用了假身份信息。我们查了她所有已知的亲属、朋友、同学，近期都没有异常接触或收留她的迹象。她就像彻底消失了。彻底消失？陆晨舟不相信，一个人不可能毫无痕迹，除非他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并且有外力帮助。他想起母亲播放的那段录音，沈清慈平静地说：“我要走了。”那不是临时起意的慌乱出走，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告别。他为自己准备了安全的藏身之处，或许还有新的身份。这个认知让他更加烦躁。猎物脱离了猎人的视线，甚至可能正在暗中瞄准他。继续找，加派人手，扩大范围。他总要用钱，总要和人联系，盯死他那个母亲，还有陈律师。陆晨舟下令。是。赵远应道，又补充：陆总，还有件事，方小姐那边又打电话到公司前台了，闹着要见您，前台按您吩咐拦住了，但他说话不太好听，要不要？不用管他。陆晨舟现在听到方莹的名字就头痛。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吗？还没有。方小姐似乎还没去医院，催她去，立刻，马上。陆晨舟不耐道，告诉他没有医院的确诊报告，一切免谈。打发走赵远和财务总监，陆晨舟独自站在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城市繁华的景象。这是他一手打造的商业王国的一部分，如今却因为后院起火而岌岌可危。沈清慈，他默念着这个名字，第一次感到一种难以掌控的无力感。
下午，陆晨舟必须出席星汇地产项目的最终签约前筹备会。这是他今年推动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涉及巨额投资和复杂的多方合作。他需要集中精神，不能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上来。会议在集团最大的会议室举行，合作方的王总、几位重要股东、公司高管济济一堂。陆晨舟换上了一副沉稳自信的面具，主持会议，讲解项目规划，回应各方提问，一切似乎回到了正轨。他依然是那个运筹帷幄、令人信服的陆总。然而，就在会议进行到最关键的资金分配方案讨论时，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陆晨舟的秘书神色有些慌张地走进来，附在他耳边低声急语了几句。陆晨舟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怎么回事？坐在他右手边的王总察觉不对，出声询问。陆晨舟勉强维持着镇定，对众人道：“抱歉，有点紧急事务需要我处理一下，请李副总继续主持会议。”说完，他起身快步走出会议室。走廊里，赵远脸色煞白地等在那里，手里拿着一个普通的牛皮纸文件袋。陆总，刚刚前台收到这个，指明要立刻交给您，说是关于今天会议的重要补充材料。赵远的声音有些发抖。陆晨舟一把抓过文件袋，入手不重，他撕开封口，里面是几张打印的4纸。只看了第1页，他浑身的血液就像被冻结了。不是项目文件，而是一封措辞严谨、列举详实的匿名举报信的打印稿。举报对象直指他陆晨舟，内容涉及3个方面。第一，重复了沈清慈提出的婚内转移，隐匿巨额夫妻共同财产，具体列出了晨曦投资的几笔关键转账时间和金额，比他之前知道的更详细。第二，指出他在星汇项目的前期土地获取过程中，涉嫌利用职权和灰色手段排挤其他竞标方，并与个别官员存在不正当利益往来，附上了几张模糊但能辨认出他身影的，在不同场合与某位已被调查的前官员聚餐的照片打印件。第三，指控他个人生活极度糜烂，长期包养情妇，并纵容情妇利用他的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提到了方莹的名字，以及他通过陆晨舟关系拿到的几个商业推广合同。信的末尾写道：以上情况已同步抄送集团董事会各位成员、主要合作方代表及相关纪检监察部门，相信公正的法律和市场会给出答案。陆晨舟手指颤抖地翻到后面几页，是分别写给董事会和星汇项目合作方王总的信，内容大同小异。这是什么时候送来的？谁送来的？陆晨舟的声音嘶哑，眼睛赤红。就在10分钟前，一个跑腿小哥送来的，付的现金，没留信息。赵远急道：而且董事会那边的刘董、李董还有王总的助理，好像也同时收到了类似的东西。会议刚刚中断了，王总脸色很难看，说要先回去研究一下。完了。陆晨舟脑子里只有这2个字，这封匿名信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以这种方式投递，精准地打击了他的7寸。他不仅把他和沈清慈的离婚丑闻升级成了商业道德和法律风险问题，更直接破坏了他眼下最重要的商业合作。沈清慈一定是他，除了他，还有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搜集到这么具体、这么致命的黑料？尤其是那些照片，有些场合他自己都快忘了。他不仅想离婚分钱，他这是要彻底毁了他的事业和名声。陆总，现在怎么办？王总他们，赵远焦急万分。陆晨舟强迫自己从巨大的冲击中回过神来，他知道现在绝不能慌，立刻去会议室安抚王总和其他人，就说这是竞争对手的恶意诽谤和重伤，我正在联系律师处理，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强调星汇项目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是。赵远转身跑去，陆晨舟则快步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反锁上门。他需要冷静，需要思考对策。
这封信的杀伤力太大了，尤其是关于星汇项目土地获取的指控，那是擦边球，经不起细查。还有那些照片，他抓起座机，想给母亲打电话求助，但想起老宅里母亲冷漠划清界限的样子，手指僵住了。不行，不能找母亲，这事必须自己压下去。他打给周律师，语气急促：周律师，我这边出了紧急状况，有匿名举报信散布到董事会和合作方手里，内容涉及比较敏感。我需要你立刻以集团法务和家族律师的名义出具一份严正声明，否认所有不实指控，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时想办法联系收到信的人，尽量挽回。周律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才谨慎道：陆总，声明可以发，但挽回需要知道信的具体内容，以及对方掌握了多少实质证据。如果涉及星汇项目就是，恐怕王总那边不是轻易能安抚的。连周律师都感到棘手了。陆晨舟感到一阵眩晕，他挂了电话，跌坐在椅子上，精心经营多年的形象可能因为这一封信而崩塌。董事会会怎么看他？合作方会怎么看他？那些股东，那些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就在这时，他的私人手机响了，是一个没有存储的号码，但尾数他认的是星汇项目王总的私人号码。陆晨舟深吸一口气，接起电话，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稳。王总，陆总。王总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但格外疏离。今天的会，我看就先到这里吧。我公司突然有点急事，需要立刻回去处理。至于项目，我们内部还需要再评估一下风险，合作的事情缓一缓再说吧。王总，您听我解释，那封信纯粹是污蔑，是有人故意破坏我们的合作。陆晨舟急忙道：是不是污蔑，你我心里都有数。王总打断他，语气转冷：陆总，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和安稳，你家里的事我本不该过问，但现在闹得满城风雨，还牵扯到项目根本，这就不好看了。我老王胆子小，经不起折腾，就这样吧，再见。电话被挂断，只剩下忙音。陆晨舟捏着手机，指关节泛白。王总的态度几乎宣判了星汇项目的死刑，至少是无限期搁置。这个损失远不止8000万，而这一切都源于沈清慈的那封举报信。不止一封信，是他埋下的一个个炸弹，在今日接连引爆。办公室的门被敲响，赵远的声音带着慌乱传来：陆总，不好了，有财经媒体的记者打来电话，询问关于匿名举报信和您个人资产被冻结的事情，他们好像也收到风声了。舆论，沈清慈连舆论武器都用上了，他想把他彻底搞臭。陆晨舟猛地站起来，胸口因愤怒和恐慌剧烈起伏。他看着窗外依旧繁华的城市，却感觉自己正站在悬崖边缘，脚下是万丈深渊。沈清慈，你好毒的手段，你以为这样就能打倒我吗？不，绝不。他眼中迸发出骇人的凶光。既然你毁了我在乎的事业和名声，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他重新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代表黑暗力量的号码，声音如同淬了毒的冰：找到他，不计代价，不论手段，我要让他永远开不了口。还有，去查沈清慈的母亲，查陈正清律师，查所有可能帮他的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跟我陆晨舟作对是什么下场。电话那头传来一声低沉的明白。放下手机，陆晨舟走到窗前，眼神阴鸷地看向远方。沈清慈，这场战争是你先挑起的，而现在他已经不再是为了财产，为了离婚，而是你死我活，星汇项目黄了。这个消息像一场瘟疫，一夜之间在陆氏集团内部和合作圈子里悄然蔓延。尽管陆晨舟和法务部连夜发布了措辞强硬的声明，极力否认匿名信内容，并暗示是竞争对手的恶意重伤，但王总的抽身而退和董事会上几位元老意味深长的沉默，
已经说明了问题，信任如同琉璃，一旦出现裂痕，便再难修复。陆晨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私家侦探发来的最新报告，内容依然令人沮丧，没有沈清慈的任何有效线索。他最后一次被拍到清晰正脸，还是上周三在机场停车场下车，随后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监控显示他进了洗手间，但再也没出来，显然是利用复杂的机场人流和监控盲区金蝉脱壳。更让他心烦的是，方莹的电话和短信轰炸就没停过，从最初的委屈哭诉，到后来的愤怒威胁，再到间歇性的示弱求和，花样百出，内容无非是催促他陪他去医院确诊，商讨孩子的未来，以及质问他为何如此冷漠。孩子，陆晨舟盯着这个词，眼神阴郁。如果是在平时，他会处理得更圆滑，至少会先稳住方莹。但现在沈清慈的致命一击让他焦头烂额，方莹的纠缠就像火上浇油，让他耐心尽失。尤其是想到那封匿名信里提到方莹利用他关系牟利的事，更让他觉得这女人是个祸水。他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来斩断这个麻烦。他叫来赵远，冷声吩咐，去带方莹去医院做最全面的检查，重点是确认是否怀孕，以及胚胎的周数，找我们信得过的医生和机构，我要最快最准确的结果，你亲自盯着。赵远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陆总，您是怀疑？照做就是。陆晨舟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还有，趁他做检查的时候，想办法拿到他的手机，查清楚他最近都和什么人联系过，特别是有没有和沈清慈或者什么可疑的人接触。是。赵远领命而去，打发走赵远。陆晨舟揉了揉刺痛的太阳穴，他对沈清慈的搜寻陷入了僵局，但这不代表他什么都做不了。他拨通了另一个电话，打给负责处理特殊事务的人。沈清慈的母亲那边有什么动静？他问。电话那头的声音平淡无波，老太太深居简出，几乎不出门。电话监控显示，最近一周只有几个老朋友和社区医院的来电，没有陌生号码，也没有接到疑似沈清慈的电话。不过3天前有个快递送到他家，是个小盒子，老太太拆了，里面好像是几盒保健品和一张手写的便条，内容看不清，但老太太看完后对着窗户发了一会儿呆。保健品和便条，沈清慈在用自己的方式安抚母亲。陆晨舟眼神一冷，便条内容想办法搞清楚。还有陈正清律师那边呢？陈律师很谨慎，办公和住处都没有异常。他最近除了正常办案，就是见了几个老同学。不过我们查到他的律所账户，在沈清慈委托他之前1个月，收到过一笔50万的匿名汇款，汇款路径很干净，但来源暂时追不到。50万，沈清慈哪来这么多现金？试了他之前蚂蚁搬家转出去的那40几万，加上他可能自己攒的私房钱，陆晨舟心下了然，这女人为了对付他，真是倾其所有。继续盯着。另外，陆晨舟压低声音，给陈律师一点提醒，让他知道接这个案子的风险，尺度你把握，别留下把柄。明白。挂了电话，陆晨舟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河，城市依旧繁华喧嚣，但他的世界却仿佛被一层厚厚的阴云笼罩。沈清慈像一条引入深海的鱼，不见踪影，却随时可能掀起惊涛骇浪，而他正被他一步步逼入死角。下午，赵远回来了，脸色有些古怪，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和一个用密封袋装着的手机。陆总，检查结果出来了。赵远将文件袋放在桌上，语气带着一丝如释重负，又有些忐忑。方小姐她没有怀孕， HCG 指标完全正常， B 超检查也显示子宫内没有任何妊娠迹象。尽管早有怀疑，但听到确切结果，
陆沉舟还是感到一股邪火直冲头顶。假怀孕，方莹竟然敢用假怀孕来要挟他，他人呢？什么反应？方小姐一开始不肯相信，说是医院弄错了，闹了一阵，后来看到确凿的报告，就慌了。赵远描述着，哭得很厉害，说是验孕棒可能出了问题，他不是故意的什么的。我按您的吩咐，趁机拿到了他的手机。他将密封袋推上前，陆沉舟先拿起那份医学报告，仔细看了一遍，确认无误后，冷笑一声，扔在一边。然后他戴上一副薄手套，拿出方莹的手机，手机有密码，但这难不倒赵元找来的技术人士，已经破解了。陆沉舟开始翻看最近的聊天记录，大部分都是和他的各种撒娇、抱怨、索要。再往前翻，是和一些狐朋狗友的炫耀他拿下的包包、珠宝，炫耀陆沉舟对他的宠爱，还有一些和其他男人的暧昧调情记录，时间跨度很长，甚至包括他出差在外的时候。陆沉舟看的脸色越来越黑，但还没到最关键的。他点开通讯录，查找是否有可疑的，没有存名字的号码，又查了短信和最近删除的文件。终于在一个加密的备忘录里，他发现了一些东西，不是和沈清慈的联系记录，而是一些类似笔记的东西，记录着时间、地点、人物，还有金额。3月15日，丽思卡尔顿，张导，影视项目植入，谈妥返点 15%。4月22日，陆牵线，与李总饭局，拿到化妆品代言，酬劳200万，需付陆介绍费30万。5月10日，利用陆关系帮王姐拿下城东商铺，获利50万，抽成10万。近期目标，假怀孕确认，逼陆离婚或至少拿到大笔补偿。房产备用方案，若陆不认，联系周刊孙记者，爆料陆私生活及可能的经济问题，换取封口费或合作费。最后一条记录的时间赫然是上周，也就是沈清慈消失，他焦头烂额的时候，陆沉舟的呼吸骤然粗重起来，不是因为方莹的算计和背叛，这在预料之中，而是因为最后那句爆料陆私生活及可能的经济问题。方莹知道多少？他接触过周刊孙记者吗？他和沈清慈的匿名举报信有没有关系？他立刻用方莹的手机查找是否有姓孙的记者联系方式，没有直接存储，但在微信里有一个备注为媒体孙的人，最近一次对话是在1个月前，内容是关于某个品牌活动的邀请，看似正常，但陆沉舟不敢掉以轻心。他让赵远立刻去查这个周刊孙记者的底细，以及近期是否与方莹有更隐秘的联系。然后他拿起座机，拨通了方莹现在所在的。赵远安排照看他的酒店房间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方莹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和恐慌：“喂，沉舟，是你吗？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那个验孕棒它……”方莹，陆沉舟的声音平静的可怕，打断他的哭诉：“我给你半个小时，滚到我办公室来。如果半小时后我没见到你，你手机备忘录里的那些精彩内容，还有你和那些张导、李总、王姐的交易记录，明天就会出现在各大媒体和税务局、工商局的桌子上。你猜他们会对你还有你那些合作伙伴感兴趣吗？”电话那头瞬间死寂，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几秒后，传来方莹崩溃般的尖叫：“陆沉舟，你不能！你混蛋！你偷看我手机！你还有29分钟！”陆沉舟冷冷地报时，然后挂断了电话。20分钟后，方莹就出现在了陆沉舟的办公室门口。她眼睛肿得像桃子，妆容全花，头发凌乱，早没了平时的精致妖娆，脸上只剩下惊恐和仓皇。赵远拦在门口，陆沉舟挥挥手让他出去，关上了门。方莹一进门就扑到陆沉舟的办公桌前，涕泪横流：“沉舟，沉舟，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就是太爱你了，太想和你在一起，才鬼迷心窍。
我没想真的害你，那些记录都是我瞎写的，我没联系过记者，真的。你相信我。陆晨舟靠在椅背上，眼神冰冷地看着他表演，如同在看一只垂死挣扎的虫子。爱我？他嗤笑一声，爱我的钱合适吧？方莹，你挺会算计啊，假怀孕，逼宫，拿不到好处就准备爆料毁了我，谁给你的胆子？没有爆料。方莹矢口否认，眼神闪烁，是我糊涂，写来吓唬自己的。陈舟，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你原谅我这一次，我保证立刻消失，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那些东西我也都会删掉。情分？陆晨舟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我们之间有过那东西吗？不过是各取所需，但现在你取过头了，还碰了我的底线。他身体前倾，目光如刀锋般刮过方莹惨白的脸，告诉我，你和沈清慈有没有联系过？那封匿名举报信是不是你搞的鬼？或者你提供了什么材料给他？方莹猛地瞪大眼睛，拼命摇头，没有，绝对没有，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恨他都来不及，怎么会帮他害你？那封信我也收到了，我还以为是你的对头干的。陈舟，你相信我，这次我真的没撒谎。陆晨舟审视着他，从他眼中看到了真实的恐惧和茫然，不似作伪。看来匿名信的事他确实不知情，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罪责。那个周刊孙记者到底怎么回事？陆晨舟换了个问题。方莹瑟缩了一下，声音更小了，就是以前在一次活动上认识的，他暗示过可以帮我炒作知名度，或者处理一些负面消息，但我从来没真的找他做过什么。真的，备忘录里写的是最坏情况下的想法，我没实施过。陆晨舟基本判断他说的是实话。方莹有贼心，也有点小手段，但沈清慈那种级别的精准打击和隐藏能力，他还不具备。知道了想知道的，陆晨舟失去了最后一点耐性。方莹，看在你好歹跟过我几年的份上，我给你留条活路。他重新靠回椅背，语气淡漠，你名下那套我送你的公寓，还有车库里的那辆车，你可以留着。至于你从其他渠道利用我的名头弄到的那些钱和资源。他顿了顿，看到方莹眼中燃起一丝希望，又迅速掐灭，自己吐干净。我会让人盯着，如果让我发现你私藏了一分不该拿的，或者以后在外面乱说一个字。他没有说完，但眼中的寒意让方莹如坠冰窟。滚吧，别让我再看见你。方莹张了张嘴，还想再哀求，但对上陆晨舟那双毫无感情的眼睛，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他知道这是陆晨舟最后的仁慈了，再纠缠下去，下场只会更惨。他瘫软在地，捂着脸，发出压抑的、绝望的呜咽，最终在陆晨舟越来越冷的注视下，连滚爬爬地逃离了办公室。清理掉一个麻烦，陆晨舟却感觉不到丝毫轻松。方莹只是小角色，真正的威胁依旧隐藏在暗处。他看着桌上那2份报告，方莹为怀孕的医学证明和私家侦探关于沈清慈依旧杳无音信的汇报，一个假怀孕试图上位的女人，和一个带着致命证据彻底消失的妻子。沈清慈，你赢了这一局，你成功让我后院起火，前院失守，众叛亲离。但是游戏还没结束，你手里有我的把柄，难道我就没有你的软肋吗？你母亲，你真是的沈家最后那点体面，还有，你以为你隐藏得很好，我就真的找不到你了吗？陆晨舟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厉色，他拿起内线电话，拨通了安保部负责人的号码，调一队绝对可靠的人去沈家老宅附近，24小时布控，如果发现沈清慈或者任何可疑人物接近，立刻控制住，带到我指定的地方，再派一队人去正清律师事务所附近盯紧陈正清，如果他离开本市或者有异常举动，随时报告。另外，之前让你们查的沈清慈大学时代的所有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个和陈律师是兄妹的室友，深挖，
我要知道他们最近有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放下电话，陆晨舟走到酒柜前，倒了满满一杯烈酒，一饮而尽。火辣的感觉灼烧着喉咙，却让他混乱的头脑奇异地清晰起来。沈清慈，你喜欢躲在暗处是吗？那我就把你关心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看到时候是你手里的证据硬，还是你母亲的安全更能让你现身。我们走着瞧。陆晨舟在办公室里枯坐了一夜，烟灰缸满溢，眼底布满红丝，下巴冒出青色的胡茬，昂贵的西装皱巴巴地挂在身上，整个人笼罩在一种濒临爆发的阴郁之中。方莹被处理掉了，暂时掀不起风浪，但沈清慈依旧音讯全无，像一根扎进肉里的毒刺，拔不出，隐隐作痛，且毒性在不断扩散。对沈母和陈律师的监控暂时没有收获，沈母深居简出，陈律师按部就班工作，没有任何异常接触。派出去搜寻沈清慈的精锐如同泥牛入海，连一点有用的反馈都没有。这个女人到底藏在哪里？那封匿名信的后续影响正在发酵。虽然凭借陆氏集团的公关能力和多年经营的关系网，暂时压下了媒体的公开报道，但圈内早已暗流涌动。星汇项目的彻底搁浅，让集团股价出现了小幅波动。董事会里几个平时就对他有些微词的元老，话里话外开始有了别的意味。更重要的是，那些和他绑在一条利益链上的人开始变得谨慎疏离，有几个甚至婉拒了他的私下邀约。这种无形的孤立和质疑，比公开的指责更让他难受。他必须尽快扭转局面，而突破口依然是找到沈清慈，拿回或者毁掉他手里的东西。就在他烦躁地翻看又一份毫无进展的搜寻报告时，赵远连门都没敲，几乎是跌撞着冲了进来，脸色惨白，手里捧着一个平板电脑，声音都在发抖。陆总，出大事了！陆晨舟心头猛地一跳，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他，说：沈清慈，他出现了。赵远语无伦次，将平板电脑对到陆晨舟面前，屏幕上正在播放一个线上直播的画面，背景是一个简洁颇具设计感的书房，光线明亮柔和，画面正中坐着一个女人，沈清慈。她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珍珠白色西装套裙，长发优雅地盘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修长的脖颈，脸上画了得体的淡妆，气色极佳，眼神清澈平静，嘴角甚至带着一丝极淡的从容的微笑，整个人散发着一种陆晨舟从未见过的自信而强大的气场，与过去7年那个温顺沉默仿佛没有自我的陆太太判若两人。直播间的标题赫然写着：新锐科技与资本论坛特别对话，跨界视野下的商业伦理与可持续发展，对话神秘投资人 S 女士。一个财经论坛的线上直播，沈清慈，神秘投资人 S 女士。陆晨舟的脑子嗡的一声，几乎停止了运转。他看着屏幕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女人，看着她从容地对着镜头颔首，听着论坛主持人对她冠以眼光独到、行事低调的神秘投资人 S 女士的称呼，只觉得荒谬绝伦，又寒意彻骨。他怎么敢？他怎么配坐在这里？他什么时候成了神秘投资人？陆总，这个论坛规格很高。主办方是赵远的话没说完，就被陆晨舟粗暴地打断：闭嘴，听着！陆晨舟低吼，眼睛死死盯着屏幕。直播已经进行了一会儿，主持人和另一位嘉宾正在讨论当前的投资热点。很快，话题转到了商业伦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上。主持人看向沈清慈，微笑着提问：S 女士，我们知道您投资非常看重创始人的品格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您看来，一个企业的掌舵者如果个人私德有亏，甚至涉嫌利用婚姻、利用非法手段攫取利益，这样的企业是否还具备长期投资的价值？它的风险又该如何评估？
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尖锐，屏幕上的沈清慈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面对着镜头，脸上的笑容淡去，眼神变得认真而锐利，声音通过高质量的麦克风清晰地传来，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在我看来，企业的掌舵者其个人品行与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绝非私事。一个在婚姻中都不讲诚信，肆意践踏承诺，甚至利用法律和财富优势欺凌弱势配偶的人，我们很难相信他会在商业合作中恪守契约精神。陆晨舟的手猛地攥紧了，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他身边的赵远已经吓得大气不敢出。沈清慈顿了顿，目光仿佛穿透屏幕，直视着每一个观众，也直视着此刻可能正在观看的陆晨舟。我这里恰好有一个非常典型，也非常令人遗憾的案例。他声音平稳，如同在叙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有一家看似光鲜的集团公司，其实际控制人陆某，在7年的婚姻存续期间，通过精心设计的复杂股权结构和关联交易，陆续将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巨额资产转移至其个人完全控制的空壳公司晨曦投资名下，总金额超过3亿。3亿这个数字被他清晰地爆出，直播间弹幕瞬间增多。沈清慈不疾不徐，示意旁边的工作人员，他身后的屏幕上开始同步展示一些经过处理的文件图片、银行流水截图、股权变更记录。虽然关键信息打了码，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专业性和真实性。这些转移发生在近3年内，正值其妻子沈某家族企业彻底衰败、失去依仗之后，陆某利用其妻对其商业事务的不参与和信任，完成了这些操作。沈清慈的语气依旧平静，但每一句话都像一把淬毒的匕首。与此同时，陆某长期与一名方姓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为其购置豪宅、名车，并通过自身影响力为其谋取商业利益。在察觉其妻可能发现端倪后，陆某甚至授意他人，试图以意外方式令其妻消失。相关通话录音已被取证。录音，他连这个都有。陆晨舟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他想起自己打过的那个电话，难道沈清慈身后的屏幕切换，出现了一份医学检查报告截图，方莹未怀孕部分被突出，以及一些方莹手机备忘录里关于假怀孕逼宫、爆料换钱等内容的截图，关键信息打码。更有甚者，沈清慈的声音多了一丝冰冷的嘲讽。这位陆先生的情人，在发现假怀孕伎俩失败，无法继续勒索后，曾计划与不良媒体合作，爆料陆某的私生活及经济问题，试图鱼死网破。其贪婪与无耻与陆某可谓一丘之貉。直播间彻底炸了，弹幕疯狂滚动，各种惊叹、愤怒、吃瓜的言论刷屏。虽然沈清慈没有直接说出陆晨舟的全名，但陆某、集团公司、晨曦投资、方姓女子这些关键词，足以让圈内人和密切关注财经新闻的人瞬间对号入座。论坛的主持人和另一位嘉宾显然也没料到这位神秘投资人会抛出如此劲爆的案例，一时间都有些愕然，但职业素养让他们保持了表面的镇定。S 女士，您提供的这个案例信息量非常大。主持人斟酌着措辞，这听起来已经不仅仅是商业伦理问题，更涉及严重的法律问题。您选择在这里披露，是法律问题，自然有法律途径解决。沈清慈接话，神情坦然。我之所以在此提及，是想以此作为一个极端案例，警示所有投资者和合作伙伴。评估一个企业，不仅要看它的报表和前景，更要审视他的掌舵者是否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对至亲都能冷酷算计、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的人。他领导的企业就像建立在流沙上的城堡，无论此刻多么辉煌，终有崩塌的一天。
他微微向前倾身，目光更加锐利。此外，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公开场合表明我的态度。作为这场婚姻中的受害者，作为被恶意转移资产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我沈清慈将坚决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我的合法权益，追回属于我的财产，并让相关责任人为他们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沈清慈，平静、清晰、掷地有声，不再是什么陆太太，而是沈清慈本人。这一刻，陆晨舟办公室的空气仿佛被彻底抽空，他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粗重如破风箱般的喘息，眼前一阵阵发黑。屏幕上沈清慈那张冷静决绝的脸，和直播间疯狂刷过的那些唾骂陆某人的弹幕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足以让他精神崩塌的恐怖画面。他什么都说了，在这样一个公开的高规格的财经论坛上，用最体面又最残酷的方式把他扒得精光，转移财产，包养情妇，意图谋杀未遂，情妇反水，桩桩件件，证据确凿。完了，全完了。不仅仅是离婚官司，不仅仅是8000万冻结资产，他的商业信誉、个人声誉、社会形象，乃至整个陆氏集团的股价和未来合作，全都将因为这场直播而遭受毁灭性打击。关掉，给我关掉它！陆晨舟猛地抱起，一把抢过赵远手里的平板，狠狠灌在地上，砰的一声巨响，屏幕四分五裂。但这根本无济于事，直播还在继续，千千万万的人正在观看，正在传播。办公室的电话，他的私人手机，赵远的手机，开始此起彼伏，疯狂地响了起来。不用接也知道，是闻风而动的媒体，惊疑不定的股东，愤怒的合作伙伴，还有陆家老宅。陆晨舟跌坐回椅子上，双手抱住头，喉咙里发出困兽般的低吼。他精心打造的商业帝国，他引以为傲的一切，正在被沈清慈用一场直播轻易的撕裂、瓦解。这比他预想过的任何报复都要狠毒，都要彻底。他不是要钱，他是要他身败名裂，是要他永世不得翻身。陆总，陆总，老夫人电话，还有证监会和经侦那边，好像也……赵远捧着还在震动的手机，面无人色，话都说不完整。陆晨舟猛地抬头，赤红的眼睛里布满疯狂的绝望和恨意。他死死盯着地上碎裂的平板，仿佛透过他盯着屏幕后的沈清慈。沈清慈，沈清慈，你赢了，你彻底赢了，但你也把我逼上了绝路。既然你不给我留活路，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吧。他像一头彻底被激怒、失去理智的野兽，猛地拉开抽屉，从最深处摸出一把车钥匙和一个备用手机，看也不看瘫软的赵远，踉跄着冲出办公室。他要去找到他，立刻，马上，哪怕同归于尽。直播画面里，沈清慈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案例分享，重新恢复了那种从容优雅的姿态，正在回答另一个关于未来投资方向的问题，仿佛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揭露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他背后的屏幕上，论坛的标识和他女士的代号并列，无人知晓。这场看似偶然的论坛对话，从嘉宾邀请到话题引导，从证据准备到时机选择，是他花了多少心思，布了多久的局，才换来这致命一击的完美舞台。复仇的火焰终于以最公开、最猛烈的方式焚烧而起，而陆晨舟正是这火焰中最先被吞噬的祭品。陆晨舟冲出陆氏集团大厦时，外面的阳光刺得他眼睛生疼，他脑子里只有一个疯狂的念头：找到沈清慈，撕碎他那张平静的令人憎恶的脸。他完全没注意到大厦门口聚集的比平时多出数倍的人群，也没听到那些隐约的议论和指向他的目光。他粗暴地推开试图上前询问的保安，冲向地下车库。那场直播带来的海啸正以他无法想象的速度席卷而来。手机在他坐进驾驶座的瞬间再次疯狂震动，屏幕上跳动着母亲2字。
陆晨舟看了一眼，狠狠按掉，直接关机。他现在谁都不想见，谁的话都不想听。他猛地踩下油门，昂贵的跑车发出野兽般的咆哮，冲出车库，汇入街道的车流。但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沈清慈。沈家老宅那个直播里的书房背景明显不是陈正清的律所，去了又能怎样？他像个无头苍蝇，在繁华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几次险些酿成事故。刺耳的喇叭声和咒骂声被他抛在身后，最终他将车猛地刹在江边一条僻静的路上，双手死死抓住方向盘，额头抵在冰冷的方向盘上，剧烈的喘息。完了，全完了。这个认知后知后觉的、无比清晰地击中了他，不是8000万被冻结的那种财务危机，不是星汇项目搁浅的商业挫折，而是彻底的社会性死亡。沈清慈在那样一个公开场合，用那样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至少对公众而言，将他钉在了耻辱柱上，转移财产，包养情妇，意图谋杀、未遂，这些词汇组合在一起，足以摧毁任何企业家的信誉基石。手机虽然关机，但车载广播还开着，一个平时他根本不会听的财经频道，此刻主播的声音却无比清晰地钻入他的耳朵。关于今天上午在新锐科技与资本论坛上，神秘投资人 S 女士及陆氏集团实际控制人陆晨舟先生的妻子沈清慈女士所披露的一系列涉及陆先生个人及晨曦投资的惊人指控，本台持续关注。最新消息，陆氏集团股价在午后开盘出现断崖式下跌，目前跌幅已超过 15%， 触及熔断机制。多家与陆氏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企业，包括之前搁置星汇项目的王总旗下公司，已发布声明，表示将重新评估与陆氏集团的合作关系。另据知情人士透露，证监会及经济侦查部门已对相关情况表示高度关注，不排除启动调查程序。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针，密密麻麻扎进陆晨舟的耳膜。股价暴跌，合作方切割，监管部门介入。他猛地抬手关掉了广播，狭小的车厢内只剩下他粗重如牛的喘息声，冷汗已经浸透了他的衬衫，黏腻地贴在背上。不行，不能坐以待毙。他是陆晨舟，是陆氏集团的掌舵人，他还有翻盘的机会，只要找到沈清慈，逼他改口，或者拿出更有力的反击证据，他重新发动车子。这次目标明确，回公司。他需要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启动所有公关资源，发布最强硬的律师函，控告沈清慈和那个论坛诽谤。他还要联系母亲，动用陆家所有的政商关系，压下舆论，干扰调查。然而，当他再次回到陆氏集团大厦楼下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彻底沉入谷底。大厦门口聚集的已不仅仅是好奇的路人和记者，还有10几个人拉着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陆晨舟还我血汗钱、无良商人、转移资产、天理难容等字样，正在激动地喊着口号。虽然人数不多，但足以吸引更多围观者和镜头。保安和闻讯赶来的片区警察正在竭力维持秩序，场面混乱。陆晨舟的车立刻被眼尖的记者发现，长枪短炮瞬间围了上来，闪光灯疯狂闪烁，几乎要刺瞎他的眼睛。记者们拼命拍打着车窗，问题像子弹一样射来。陆先生，您对您妻子沈清慈女士的指控有何回应？陆总，请问晨曦投资转移的3亿资产是否属实？您和方莹小姐的关系是否如沈女士所说？证监会即将介入调查的消息，您是否知情？陆氏集团股价暴跌，您如何应对？陆晨舟脸色铁青，将车窗锁死，猛按喇叭。在保安的拼死护卫下，艰难的驱车驶入地下车库专用通道，直到进入封闭的车库，那些令人窒息的声音和光线才被隔绝在外。他脚步虚浮地走向专用电梯，却发现电梯口站着2个人，不是保安，
而是集团法务部的负责人和周律师。两人面色凝重，手里都拿着厚厚的文件袋。陆总，法务负责人语气沉重，您回来了，情况非常糟糕。这是刚刚收到的法院传票和资产冻结令的补充范围通知。沈女士方面向法院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的扩大化，基于您涉嫌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及存在隐匿、转移资产重大风险，法院初步裁定冻结您名下包括通过代持、信托等方式间接持有的总计约 60% 的陆氏集团股份投票权，以及您个人及直系亲属名下的大部分不动产、车辆、有价证券等。在离婚诉讼审结前，您将无法处置这些资产，60%的投票权被冻结，这意味着他对陆氏集团的绝对控制权瞬间被削弱大半。在即将到来的董事会风暴中，他将极为被动。周律师接着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无奈和公事公办：陆总，老夫人刚才来过电话，她让我正式转告您，鉴于目前事态严重，已严重影响陆氏集团声誉及稳定，经家族紧急商议，决定暂时由您堂兄陆振业先生代理行使您在董事会的部分职权，并负责应对此次危机期间的对外沟通。请您近期暂时不要参与公司核心决策，以免事态进一步激化。这是老夫人亲笔签署的授权文件副本。堂兄陆振业，那个一直被他压着一头、能力平平却野心勃勃的堂兄，母亲家族竟然在这种时候剥夺了他的权利，把他当成了弃子。陆晨舟眼前一黑，身体晃了晃，几乎站立不稳。他扶住冰冷的电梯门框，才勉强没有倒下，重叹亲离。这一刻，他无比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个词的含义。还有法务负责人艰难的补充，刚刚接到银行方面的正式通知，由于您个人及关联公司目前涉及重大诉讼和调查，风险评级急剧上升，之前批复但尚未发放的数笔贷款被叫停，已发放的部分贷款也被要求提前说明情况并增加担保，公司现金流可能会在短期内面临极大压力，贷款被卡，现金流断裂，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没有现金流，偌大的集团如何运转？如何支付薪水、货款、利息？陆晨舟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干涩的发不出任何声音。他摆了摆手，示意知道了，像个幽灵一样拖着沉重的步伐绕过他们，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他需要静一静，需要思考对策。然而办公室门口，他看到了更让他心凉的一幕。他一手提拔是为心腹的集团副总，还有2个核心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正抱着纸箱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脸上带着尴尬、愧疚，但更多的是决绝。看到他，几人停下了脚步。陆总、副总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我刚递交了辞呈，家里老人身体不好，想回老家发展。陆总，我也是，有个外面的机会。另一个负责人附和，借口都是借口。陆晨舟心里明镜似的，他们是看到大厦将倾，提前找好退路，准备跳船了。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他没有力气发怒，甚至没有力气质问，只是用一双布满血丝、空洞的可怕的眼睛缓缓扫过这几张曾经熟悉，此刻却无比陌生的脸，然后一言不发地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反手将门关上，也将门外那令人绝望的世界暂时隔绝。办公室内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一些文件，显然是刚才那几人匆忙收拾留下的。巨大的落地窗外，城市依旧喧嚣，但这间象征着权力顶峰的办公室，此刻却冷得像座坟墓。陆晨舟瘫坐在椅子上，许久没有动弹，手机早已关机，座机他也拔了线。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接连不断的足以将他击垮的打击。不知过了多久，窗外天色渐暗，
胃部传来一阵痉挛般的疼痛，他才意识到自己一整天水米未进，饥饿和虚弱感袭来，但他不想动，也不想去面对外面的任何人和事，也许可以去找方莹，那个他刚刚抛弃的女人，至少在他那里还能找到一丝虚假的慰藉和顺从。这个念头刚升起，就被他自己掐灭了。方莹，那个用假怀孕威胁他，还准备爆他料的贪婪女人，现在恐怕正拿着他最后施舍的那点东西，躲在哪个角落里嘲笑他的落魄吧。但他还是下意识的用办公室的备用手机拨通了方莹的号码。听筒里传来的不是方莹娇嗲或哭诉的声音，而是冰冷的女声：“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停机。”停机？这么快？陆晨舟愣了一下，随即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立刻打给赵远，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赵远的声音充满了疲惫和惊惶：“陆总，方莹呢？他电话怎么回事？”陆晨舟直接问：“方小姐，她跑了。”赵远的声音带着哭腔：“就在今天下午，直播事件发酵后不久，我们安排照看他的人一时疏忽，他借口身体不舒服要买药，溜出了酒店。等我们发现时，他已经退掉了那套公寓，车子也卖了，账户里剩下的一点钱全都取走了现金，人不知所踪。他还卷走了酒店房间里一些值钱的小摆设和您以前送他的一块表。跑了，卷款跑了。在他最需要哪怕一丝虚假慰藉的时候，那个他曾经宠爱，最后又厌弃的女人，用这种方式给了他最后一记响亮的耳光。陆晨舟默默地挂断了电话，他甚至没有力气愤怒了，只觉得荒谬，彻头彻尾的荒谬。他这一生追逐财富、权力、美色，到头来财富被冻结，权力被剥夺，美色背叛逃离，他还剩下什么？空荡荡的办公室，空荡荡的人生。他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浑浑噩噩地开车回到西山别墅。昔日灯火通明，佣人等候的家，此刻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刘妈大概也被白天的风波吓走了吧。他输入密码，推开沉重的入户门，玄关没有灯，客厅也没有，只有窗外暗淡的月光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他摸索着打开灯，客厅收拾得异常干净，甚至比平时更干净。干净的没有人气，茶几上放着一个孤零零的白色信封，压在水晶烟灰缸下。陆晨舟走过去，拿起信封，上面没有字。他拆开，里面是一张打印的 A4 纸，抬头是解雇通知及赔偿结算单，内容很简单：刘妈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即日生效。末尾列出了她应得的工资、补偿金，合计一笔不大的数目。而在收款人签字栏旁边，已经签好了一个名字：沈青瓷，字迹清秀有力。刘妈的解雇和赔偿是沈青瓷签字批准的。在他这个男主人完全不知情，甚至自身难保的时候，这张薄薄的纸像最后一片雪花，轻轻落在了早已不堪重负的冰山上。陆晨舟捏着这张纸，缓缓地蹲了下去，蜷缩在冰冷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他没有哭，没有喊，只是肩膀开始无法控制的剧烈抖动，喉咙里发出呵呵的类似窒息又似呜咽的怪声。众叛亲离，破产孤立，沈青瓷用最冷酷的方式让他品尝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一无所有。别墅外夜色如墨，吞噬了一切光亮。1个月后，初秋的早晨，空气里带着微凉。海城国际机场人流如织，广播声、脚步声、行李箱轮子滚动的嗡嗡声交织成一片繁忙的背景音。国际到达 A 口附近，一个穿着皱巴巴清洁工制服、头发花白凌乱、身形佝偻的男人正费力地推着一辆沉重的清洁车，慢吞吞地擦拭着光可见人的大理石柱。他动作迟缓，眼神空洞，偶尔有旅客匆忙经过，嫌他挡路，不耐烦地啧一声或绕开，他也只是麻木地低下头，让到一边，毫无反应。他是陆晨舟，或者说是陆晨舟的躯壳，
那场直播风暴后的1月，于他而言，如同置身地狱，且日日烈火烹油。陆氏集团的股价经历了几轮暴跌后，在低位徘徊，市值蒸发超过1/3，董事会罢免了他董事长及 CEO 的职务，由堂兄陆振业接任。母亲再未接过他的电话，老宅也明确将他拒之门外，家族切割，弃卒保车。证监会和经侦的联合调查组已经正式进驻陆氏集团及晨曦投资，他名下所有资产被全面冻结、查封，银行追债，供应商起诉，合作方索赔。官司像雪片一样飞来，那套西山别墅早已被法院贴上封条，他连最后容身之所都已失去。他曾试图联系过去的朋友、盟友，甚至低声下气去求过几个他曾经看不起的人，得到的不是拒接电话，就是冰冷的敷衍，更有甚者，反过来向他追讨旧债或索要封口费，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昔日呼风唤雨的陆总，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行走的笑柄和待宰的肥羊。为了应付最基本的生存和日益逼近的法律债务，一些个人担保的欠款无法完全规避，他不得不隐姓埋名，用假身份证找了这份机场清洁工的苦力活，工资微薄，活计肮脏劳累，还要忍受工头的呵斥和同事的排挤，住的是机场附近最廉价的潮湿阴暗的群租房床位，吃的是最便宜的盒饭或泡面，从云端跌落泥沼，粉身碎骨。不过如此，他机械地擦拭着柱子，脑子里一片空白，或者说他不敢去想任何关于过去的回忆，无论是奢靡风光还是与沈清慈相关的点滴，此刻都化作最锋利的刀子，反复凌迟着他早已麻木的神经。沈清慈这个名字成了他午夜梦回时最深的恐惧和最毒的诅咒，但他就像彻底蒸发了一样。自那场直播后，再未公开露面，只通过他的律师陈正清，高效而冷酷地推进着离婚诉讼和财产追索。法院已经进行了2次庭前调解，他缺席了，不是不想去，是不敢，也不知道去了能说什么。证据如山，舆论滔天，他毫无还手之力。喂，老陆，发什么呆？那边 VIP 通道口刚下了一班国际航班，赶紧去收拾一下，弄干净点，一会儿可能有贵宾出来。工头粗嘎的吼声在不远处响起，带着惯常的不耐烦。陆晨舟身体一颤，低低应了一声哦，推着清洁车朝着工头指示的 VIP 通道方向慢吞吞地挪过去，腰背因为常年的劳累和此刻刻意的佝偻而疼痛不已。VIP 通道口已经清理过一遍，光洁如新，但他还是拿起抹布，低着头，仔细地擦拭着金属栏杆和玻璃隔板。他必须小心，不能出错，否则这份唯一的工作也可能保不住。就在这时， VIP 通道里面传来一阵由远及近的略显喧哗的动静，似乎有不少人，脚步声杂乱，还夹杂着压低了的兴奋的交谈声和相机快门的咔嚓声。陆晨舟下意识地往旁边阴影里缩了缩，头垂得更低。他最怕遇到熟人，尤其是过去的熟人，尽管他现在这副落魄潦倒的模样，恐怕亲妈都未必能一眼认出，但那深入骨髓的羞耻和恐惧依然让他选择躲避。一群人从通道内走了出来，为首的是几位机场地勤和安保人员，礼貌地开路，紧随其后的是7、8个穿着商务正装、气质精干的中青年男女，看起来像是助理、保镖和商务随行人员。而被这些人隐隐簇拥在中间的是2个人，左边是一位30出头、风度翩翩、戴着无框眼镜的男士，面带自信从容的微笑，正侧头与中间的女子低声交谈着什么。而中间的女子，陆晨舟擦拭的动作猛地僵住，浑身的血液似乎在瞬间冻结，又轰然冲上头顶。她死死地瞪大眼睛，瞳孔紧缩，
无法置信地看着那个身影。沈清慈，她穿着一身简约而高级的浅灰色羊绒大衣，内搭白色丝质衬衫和黑色西裤，脚下是款式优雅的平底鞋，长发挽成松散的髻，几缕碎发随意垂落，衬得脖颈修长。她脸上依旧妆容精致得体，但比直播时更多了几分轻松和随和，眼眸清亮，唇角带着浅淡却真实的笑容，正专注地听着身旁男士的谈话，偶尔点头或轻声回应一句。他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由内而外的松弛而强大的光彩，与周围人恭敬的姿态，与这匆忙的机场环境，甚至与陆晨舟记忆中那个温婉沉默的妻子都格格不入。它像一颗经过打磨后终于绽放出夺目光华的明珠，从容地行走在自己的轨道上。是他，真的是他！陆晨舟的心脏疯狂擂鼓，震得耳膜嗡嗡作响，一股混杂着极端憎恨、刻骨羞耻、难以置信和某种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如同尘埃仰望星辰般的卑微感，狠狠攫住了他。他想冲上去，想嘶吼，想质问他为何如此狠毒，想把他脸上那该死的平静撕碎，但他脚下像生了根，喉咙像被扼住，只能像一尊腐朽的雕像，僵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在众人的簇拥下朝着他这个方向走来，距离越来越近。他甚至能看清他大衣细腻的纹理，能闻到他身上传来的一丝极淡的清冷的香水味，那味道很陌生，绝不是他以前用的任何一款。他似乎没有注意到阴影角落里这个肮脏卑微的清洁工，他的目光平视前方，脚步轻盈而坚定，与身旁的男士谈笑风生。沈总，这次和新加坡 GTC 资本的合作达成，对我们清源科技下一阶段的研发推动太大了。王董他们这次可是心服口服了。旁边的男士笑着说道，语气带着敬佩。沈清慈微微一笑，声音清晰地传来，平和而有力，是大家的努力，技术底子打得好，我们只是抓住了合适的时机和展示了应有的价值。回去后尽快落实合作细节，特别是联合实验室的搭建。明白。男士点头。清源科技、GTC 资本、联合实验室，这些陌生的词汇钻进陆晨舟的耳朵，却组合成一种让他更加眩晕和痛苦的认知。沈清慈不仅仅是在报复他，他真的拥有了全新的事业、全新的身份、全新的世界，一个他早已被驱逐甚至无法理解的世界，就在沈清慈即将与他擦肩而过的瞬间，仿佛某种无形的感应，他的脚步机不可察地微微顿了一下，目光似乎随意的极快地扫过了他所在的那个阴暗角落。陆晨舟的心跳骤停，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将头埋得更低，几乎要缩进清洁车里。他害怕被他认出来，害怕看到他那双向来平静的眼眸中此刻可能出现的任何情绪，无论是鄙夷、怜悯还是彻底的漠视，任何一种都足以将他最后一点可怜的自尊碾碎。然而那目光只是蜻蜓点水般掠过，没有停留，更没有泛起丝毫涟漪，仿佛看到的真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肮脏的清洁工具，或者连工具都算不上，只是一团模糊的背景色。沈清慈的脚步没有任何迟滞，继续向前走去，仿佛刚才那瞬间的停顿只是陆晨舟高度紧张下的幻觉。他与身旁的男士说着话，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径直走向机场出口方向。那里早有黑色的豪华商务车队等候，自始至终他没有再回头。陆晨舟呆立在原地，直到那行人彻底消失在出口的玻璃门后，直到车队驶离的尾灯也看不见，他才像被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后背重重撞在冰凉的墙壁上，缓缓滑坐在地。清洁车歪倒在一旁，脏水桶泼洒出来，弄湿了他破烂的裤腿和鞋子。他也浑然不觉，他看到他了，他无比确信，哪怕只有0.1秒的对视，但他选择了无视，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无视。
如同拂去衣袖上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没有胜利者的炫耀，没有复仇后的快意，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波动，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跨越了阶级和命运的绝对的漠然。这种漠然比任何嘲讽、辱骂、报复都更让他感到刺骨的寒冷和绝望。他无声地宣告着：你陆沉舟以及你带来的一切伤害、不堪和过往，在我沈清慈崭新的人生里已经轻如鸿毛，不值一提。你连让我多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喂，老陆，你找死啊！坐在这里偷懒，还把这里弄得一团糟，还想不想干了？工头怒气冲冲的吼骂声由远及近，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陆沉舟缓缓抬起头，看着工头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油腻的脸。曾几何时，这样的人连给他提鞋都不配，而现在他却要靠这份微薄的薪水，在这个人的辱骂下苟延残喘。巨大的荒谬感和灭顶的绝望终于彻底淹没了他。他咧开嘴，似乎想笑，却只发出呵呵的漏气般的声音，眼泪毫无预兆地汹涌而出，混合着脸上的污垢，冲刷出2道狼狈的痕迹。但他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泪水无声流淌，身体在工头的踢打和咒骂中微微颤抖。机场大厅另一侧巨大的 LED 屏幕上正在播放一则财经快讯，美丽干练的女主播用清晰的声音报道：据悉，由新锐投资人沈清慈女士创立并领头的清源科技日前正式宣布与新加坡 GTC 资本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注资5亿美元，打造亚洲顶尖的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沈清慈女士以其独到的眼光和精准的布局，在短短时间内备受业界瞩目。屏幕上闪现出沈清慈在签约仪式上的照片，她站在台上，手握签字笔，笑容自信而明亮，身后是巨大的合作标识，身前是闪烁的镁光灯和掌声，光芒万丈，未来可期。而这一切与蜷缩在 VIP 通道角落阴影里，浑身脏污，被现实殴打咒骂的陆沉舟，已然是2个永不相交的平行世界。他的崩溃，他的地狱，他的毁灭，对他而言，或许连一个微小的注脚都算不上。尘埃已然落定，复仇者优雅转身，奔赴他的星辰大海，而被审判者将永远囚禁在他自己一手打造的名为过去的废墟里，万劫不复。